谢天和陈碧现在多少觉得同心界有点没心没肺。萧军偷偷和白锦交换了一个眼神，暗度陈仓。不错嘛，这都知道利用危险换取好感了。白锦没理会他，一身淡定如斯。同心界又说，不过谢多多小朋友还没吃到热腾腾的晚饭，两位宿主还要继续加油哦。闻言，陈碧趁机道，哦，对了，我们的菜还在超市。为了不让萧军继续纠结那件事，他上手就把萧军拽过去，你和我一起去拿菜吧。萧军无语，不是，我凭什么要和你一起去？你再说一句，我就告诉师兄说你跟踪他。萧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陈碧扭头，师兄。萧军手快，忙捂住他的嘴，比他更急地往超市走去。就在这时，白锦突然倒在谢天怀里，脸色惨白。他今天本就使用了不少灵力，刚刚还强行使用2次，身体的灵力处于亏空状态，单薄而又脆弱。谢天沉着脸，别以为你晕倒了，老子就会放过你。老子以前和谢多多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许是刚刚那一幕刺激了他体内的不少魔气，他现在真的很想把白锦干掉。只要干掉他，就可以带着谢多多远走高飞。只要干掉他，就能心无旁骛地参加魔选。爸爸，叔叔怎么了？在谢天准备动手的时候，谢多多突然从他脖子滑到了白锦的怀里，他小心翼翼地摸着白锦的脸，难过地说，爸爸，叔叔怎么睡着了吗？叔叔怎么不睁眼看多多呀？是不是因为多多做错事，叔叔也在生多多的气？谢天咬牙切齿，是，他是生你气了，所以赶紧走开，别妨碍老子动手。哪料谢多多却突然抱着白锦的脖子呼呼，多多呼呼，叔叔就不生气了。谢天心中无语，生你的是老子，你呀胳膊往外拐。别怕，叔叔会保护你们，会保护你们。白锦似是隐隐感觉到了谢多多的呼唤，冷不丁丢出一句呓语，把正要动手的谢天吓了一个机灵。等谢天回过味儿，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后，心口堵着一层复杂。他盯着白锦苍白的脸，心底终于还是有了一丝松动，再加上谢多多一个劲儿地抱着他的脖子，他又生气又无奈。看在你刚刚救了老子的份上，这次老子放过你，下次再惹老子，老子一定不会轻饶了你。白锦醒来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晕倒前发生的一幕涌上脑海。白锦几不可察地拧了一下眉头，不知道谢天和谢多多怎么样了。楼下，谢天，你把水都洒到我衣服上了。这水他自己有手有脚，我管不着。你就是故意的。萧军，你来评评理。啊，我刚刚什么也没看到。楼下的吵闹声此起彼伏，谢多多小朋友学着大人的样子叹气，说，哎呀，叔叔，爸爸和陈碧阿姨又吵起来了。白锦薄唇轻抿，喜怒不明，把谢多多抱下去，让他自己穿好鞋子起身下楼。此时呀，厨房里正闹得一团乱，满地的水，水面上还飘着几根菜叶和菜皮，差点溢出到客厅里来。白锦正要施法挡住，却被谢天眼尖看到了，他大喝一声，
白景，你这是想做甚？白景被他这么一吼，手停了下来。谢天愤愤地走来，先对谢多多说：“自己去沙发上玩去。”又看着白景：“你是闲着里还不够乱是吗？啊，好好的在楼上躺着不好吗？”白景指了指同心界，说：“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系统很有良心地说道：“对于特殊的突发情况，系统发布的任务条件可以临时更改，请两位宿主尽快为谢多多做好晚餐哦，爸爸们加油！”谢天无话可说，又见白景上下打量他，他也低头一看，自己被溅了一身的水，上面还沾着些菜叶，头发上也有土豆皮，狼狈程度和厨房地上的水面如出一辙。谢天甩了甩头，用严肃掩饰尴尬，道：“你想进厨房可以，别随便使用灵力。”略是一顿，又僵硬地补充一句：“人界空气中的灵气稀薄，我们修真者在这边不能随随便便使用灵力，使用过度会像你刚刚一样，尤其是在被同心界压制的情况下。”白景因为他的关心，神色微顿，眼色柔和似水，那里边的喜悦仿佛破框而出般落在谢天的脸上。谢天别开脸不去看他，心想自己这副样子也能把这货迷得春心荡漾。两人无端发狗粮，萧军感觉在厨房里要被陈碧的醋味淹没了感官，忙走了出来，说：“哟，照顾多多呢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啊，我去照顾他。”陈碧站在厨房门口，咽下心里的沉闷，面容寻常地说：“谢天，师兄，你们快进来帮忙吧，再晚一点多多该饿了。”谢天一听到这个，没好气道：“切，那还不是因为你厨艺不精，还敢说自己会做菜，炒个菜给我把锅炒糊了。我看你压根是连菜都没摸过。”陈碧哼道：“哼，那也比你好，洗个菜都能把厨房给淹了。”谢天被噎住，白景凉凉地看了他们一眼，走进厨房，挥挥袖子，把地面的水处理干净。谢天见状，没好气道：“不是说了让你别用灵力？”白景神色淡淡说：“多多饿了。”谢天摸了摸鼻子，一下就收起了锐气，指了指桌面上所剩无几的菜，不自然道：“就剩这些了。”谢多多和萧军正坐在客厅里嗷嗷待哺，听到厨房里的动静，抬头看到那一片乌烟瘴气的，双双叹了口气，各怀心思。谢多多心道：“三个大人一场戏，大人们太无聊了。”萧军却想着，照小景景这种追夫态度，加上陈碧的捣乱，他的追夫之路实在是漫漫无期呀。晚饭后，陈碧垂头丧气地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前有一只手拦了一下，他抬头，是萧军那货。萧军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开口道：“陈碧姑娘，你在修真界也算是女辈里比较出色的一个，追在你身后的公子少爷不计其数，这队伍都排成一条长火车了，您这何必非要缠着白景先生不放呢？再说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比白景先生好看又帅气的男子比比皆是。”“你闭嘴！”陈碧沉声道。“你说的不错，比景哥哥好看又帅气的人不少，他们都喜欢我，凭什么白景他却看不上我？”越说越煞有其事，哼道：“我就不信，凭我在修真界第一美女的样貌，还追不到景哥哥，走着瞧。”门被重重关上，萧军无语地思考了一会儿，这姑娘对自己的样貌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等等，这刚刚他还是只垂头丧气的落魄鸭子，这现在怎么突然就成了斗志昂扬的公鸡了？萧军觉得自己劝错话了，心虚在胸口里滚了一阵，赶忙跑路。只要陈比不说，就不会有人发现是他刺激了他。只要他跑得快，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今晚来过这里。奈何刚走没几步，冷不防还是被人喊了名字。萧军。是白锦。很平淡的语气，但在萧军这里却如同听到了一句悦耳动听的音乐般美妙。不为别的，就为白锦不再阴阳怪气地喊他萧道友。这种难得的亲切感回归，不是一般人能感受得到的。萧军抹了把干巴巴的眼角，走过去抱了他一下。萧晶晶，你终于恢复正常了。白锦冷冷地将他推开，警告地看了他一眼。该有的距离还是要保持。他毕竟是有夫之妇。萧军无语了半秒，说道：那你找我什么事儿？今天的题节目怎么回事？白锦言简意赅地进入了正题。你也察觉出来了。萧军记起正事儿，脸色严肃道：下午那个提线木偶身上的力量不简单，凭谢多多的灵力是无法驱动他下杀手的。刚刚我的手下发现，人界和修真界的通道破了一道口，提线木偶身上的力量来自修真界魔域的一丝魔气。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查到这股魔气的出处，我猜应该是谢天以前的仇家找上门了，而且这股力量不容小觑。不过你放心，目前这道口子已经修复好了。白锦神色冷淡，凉凉道：尽快查清楚这件事儿。还有我知道你要问谢天的过去，但是这件事他真的不一般，我需要时间。萧军感觉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冷，忙道：好在有了这次事件，也算打了个突破口。我相信顺着这个突破口查下去，一定能查出一二的。白锦淡淡地扫了他一眼，抬起戴戒指的右手。怎样才能把它取下？你要取下它？他还是。萧军摇头道：一方若是取下，那你们之间的契约就要解除了，他就威胁不到谢天了。见白锦逐渐皱起的眉角，萧军继续安抚劝说：今天这只是特殊情况，我知道你是怕谢天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帮不到他，但是灵一的存在就是为了你们培养感情，若是遇到特殊情况，他是不会封住你们的灵力的，除非他意料的结果无关大雅，像今天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下次。白锦想了会儿，沉道：再有下次，我废了他。下次？他说的下次是什么呀？下次还没找到谢天过去的资料，他就废了他？萧军突然感觉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次日，谢天和白锦去幼儿园任职报到了。任职的流程很简单，只要他们签一份务必保证就职期间孩子们的安全合同，他们的教师身份就生效了。谢天看着合同里的内容问道：萧组长，怎么就签一份合同？那要是那些小屁孩伤害了我们呢？没有合同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吗？萧军听完一副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的表情吗？他无语了3秒，直接忽视了谢天的无理取闹，说道：你们带的这个班级比较特殊，除了谢多多和宋少阳2位小朋友是修真者，其他孩子也都具有特殊的灵根，也就是说他们
具备修真者修习的能力，应该是他们祖宗的某一辈源于修真界，这一灵脉呢便在他们身上流传了下来。萧军是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了几句一定要保证孩子们的人身和心理健康后，才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教室的门关着，远远地从窗口看过去，孩子们笔直地坐在教室里，有模有样的拿着笔写写画画，连坐在后头的谢多多也学着宋少阳写字，认真起来还挺是那么回事的。没一会儿，宋少阳抬了一下头，看到谢天和白锦正往这边来，略略低头道：多多，你爸爸和爹地来了。是我爸爸和叔叔。谢多多认真地纠正完，把作业本递给宋少阳看。少少，你看我这个字写的对吗？宋少阳见他的注意力竟还在作业上，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但在谢多多那双圆噜噜的大眼睛的注视下，他自觉地伸出手接过了作业本。只是作业本认真道：这个字写错了，他应该这样写。谢天和白锦已经走到教室门口，谢天刚要推门，突然被白锦伸手拦了一下。他回过头，白锦说道：我来。等等。谢天的鼻子微动，嘴唇突然抿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笑，眼神示意白锦往旁边站。白锦只看他一眼，就知道他又有鬼点子了。他顺从地后退一步，淡淡的眸色里温柔澎湃。可惜谢天没察觉，他粗鲁的抬脚把教室的门踹开，在头顶的粉末散开之时，谢天轻轻地吹了个口风。顷刻间，教室里传出孩子们猛烈咳嗽的嗷嗷声，满教室的辛辣味把前排的几个孩子的眼睛凶得通红，眼泪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连坐在后排的谢多多和宋少阳都因谢天突然而来的反击没来得及施法阻挡，也受了点祸害。谢多多咳了几下后对宋少阳说：我就说爸爸很厉害的，他们欺负不了我爸爸。我叔叔更厉害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有个同学转过身来，愤怒地说：谢多多，这个主意是你出的，你是不是早就和你爸爸商量好了？宋少阳一阵无语，难怪一大早同学们就开始搜罗辣椒粉，原来是谢多多出卖了他的爸爸。谢天沉着脸站在门口，咬牙切齿道：谢多多，这个熊孩子胳膊往外拐，竟然教唆同学欺负他老子。听到谢天的怒吼，谢多多惊了一下，抬头看到谢天和白锦站在门口，眼神闪躲，小手慢慢往右边挪，摸着宋少阳的一根小指头，然后紧紧拽住。少少，我爸爸生气起来很厉害的，我怕怕。宋少阳都服了，他心说我也怕呀。其他同学看到谢天这么生气，才晓得误会了谢多多，忙向老师讨好的喊：老师好，老师请坐。谢天一挑眉，顺着他们的视线落在讲台的两个椅子上，若有所思，而后和白锦对视一眼，两人默不作声地走过去。谢多多缓缓地看向讲台，只见谢天和白锦坐在那儿，白锦手持一本书在看，谢天翘着二郎腿，懒散地靠着讲台课桌，手指偶尔动一下，像在施什么法。视线再往下一挪，谢天和白锦根本就没有坐下去，他们用灵力支撑虚坐着，外面那些同学被骗了。爸爸和叔叔果然很厉害，谢多多严肃地吐了口气。爸爸最拿手的那就是欺负人了，这些小孩果然还是太单纯了。谢多多揪了揪宋少阳的手指，说：少少，我想出去看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宋少阳低头看了看他的小手，面无表情地把手缩回来，再施了一道法术，
谢多多疑惑地扭头一看，一时吓得捂上了嘴，赶紧和宋少阳再靠近一点。宋少阳愣住了。彼时，那2个绕着教室疯狂转圈的同学被谢天送进了一个幻境，幻境中有一只非常凶猛的老虎正在追着他们的尾巴后面跑。那只老虎生得膘肥体壮，黑白相间的毛，蓝色透亮的眼睛，犀利凶狠，并且利爪修长，吼一声能震四方。2小孩吓得手脚都发麻了。老虎与他们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追赶着，只要他们停下来，老虎就故意张口吓唬他们。那2个小孩哪看得出老虎的狡猾呀，吓得是屁滚尿流的，一刻都不敢停，只能一个劲儿的跑啊跑啊。谢天倒不是存心欺负他们，他就是觉得那2小孩肉嘟嘟的，缺乏运动，好心帮他们运动运动罢了。可他哪里知道小孩的胆子这么小呀，那叫声惊天地泣鬼神，耳膜都快被他们给喊破了。老虎大哥，我们错了，你别追了！我要画个圈圈诅咒老虎！爹地快救我！呜呜呜！其他同学被他们2个鬼哭狼嚎的叫声吓得是一愣一愣的，纷纷往旁边躲，没有人敢上去喊他们，因为他们也怕会像薛勇和杨开一样发疯。谢天听得还不过瘾，因为他们只叫爸爸妈妈，都没人喊老师呢。一旁的白景被他们的鬼叫声扰得看不下书，他抬头想让谢天适可而止，但看到谢天因为捉弄孩子而露出来的笑容，心下一软，算了，他高兴随他吧。谢天察觉到了白景的视线，等着白景劝他，而他呢，也做好了被劝之后变本加厉的打算。结果听到耳边一声叹息就没了。那些孩子是真被吓坏了，尖叫声延绵不绝。谢天呢也有些听腻了，心头也有些无语。不是，他这么大个人坐在这儿，你们眼瞎吗？过了一会儿，谢天意识到了自己犯了个错误。他刚刚再次施法的时候，好像把自己和白景隐身了。哎呦，白让这些小孩叫了这么久。打了个响指，让他们现身，慢悠悠地对孩子们吹了个口哨。那一刹那，孩子们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前赴后继地朝他们冲了过来。老师救命啊！老师我错了，老师杀老虎杀狼还有杀蛇。他们躲在谢天和白景的身后，瑟瑟发抖，声音都喊哑了，好像真的被吓坏了。哎呦，真是罪过，真是罪过。小动物们这么可爱，喊打喊杀的就过分了啊！谢天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你瞧瞧他们，多听话，多可爱。刚刚追着小孩们的动物，此时都乖乖地趴在地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褪去了刚才凶狠的锋芒，乖得跟个小孩似的。于是小朋友们吓得不敢做动作了。一个人说道：老师，他们为什么不攻击你呀？可能老师有很厉害的法术傍身吧。谢天一脸为难的样子，孩子们秒变崇拜脸。谢天笑眯眯的：老子一个魔修，在这里伺候你们这些小屁孩，可能啊？既然在修委会那里推辞不了，吓唬孩子们，让他们主动拒绝，还不容易？想到此，谢天的笑容越发的灿烂，赞许道：你做得非常好，有我们魔人的风范。那什么，再接再厉啊！谢天很友好地扶着他的手，朝下面的狮子吹了个口哨。那头狮子立马直起了四肢，走了过来。同学们吓得捂眼睛大叫，杨开直接瘫软了，他一屁股砸了下去。
不过小屁屁并没有像想象中的疼痛传过来，他竟然坐在狮子的背上。谢天挠了挠太阳穴，道：你们不是想和他们一起玩吗？你看他们多友好，好好玩，一会儿可就没这么享受了。杨开屁股下的狮子温柔地喊了一声，杨开身子哆嗦了一下，察觉到狮子好像并没有刚刚那么凶猛了。他颤抖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狮子的后背，狮子乖顺地站直，慢慢地走了几步。杨开怕摔倒，下意识地抱住他，狮子也没生气。他真的不咬我？杨开兴奋地说，撸毛撸得更加起劲了。一瞬间，狮子有些担忧，再这样摸下去，他这毛一定会掉光的呀。其他的小孩透过指缝，见状也纷纷放下捂着眼睛的小手，小心翼翼地从白景的身后迈出脚。谢天觉得呀，人类实在是太胆小了，干脆打了个响指，让这些动物们主动来勾搭小朋友。谢多多见爸爸和叔叔只顾着和其他孩子们玩，情绪有些低落。宋少阳察觉到，问他：你是不是也想去玩？谢多多摇摇头，轻哼：这些我都玩过了，才不想和他们一起玩。宋少阳牵起他的手说道：你是这次事情的主谋，你应该向你爸爸道歉。谢多多嘟着嘴，抬头正好对上了谢天好整以暇的目光，随即别开脸说：那些人想欺负我爸爸，我就是想让爸爸欺负他们而已。谁知道爸爸不惩罚他们就算了，还让他们这么开心。你是不是害怕他们和你抢爸爸呀？宋少阳小声地问。谢多多抿着嘴不肯承认。谢天舒展了一下老腰，琢磨着最关键的时候差不多要来了，他得调整好姿势看戏。1分钟，2分钟，5分钟，里面的欢声笑语是波澜起伏，场面是迟迟没有暴乱的迹象。谢天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刚刚他对里面的猛兽施了一道魔咒，等这些孩子们玩得起兴的时候就凶起来打一场。当然他不能也伤不了孩子们，毕竟修真者伤害人类可是大罪一件。谢天的目的是借猛兽们的打闹，引导孩子们自己打起来。那样的话，他既不用承担用猛兽吓哭孩子的责任，也能在孩子们打得头破血流留下证据的时候被投诉，届时他抹泪引咎辞职，顺理成章。可这都过了多久了啊？那些猛兽怎么还这么温柔呢？谢天正要施法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旁边的一只手拦住了他，耳边传来了白景那丝温和的声音：不用担心，他们的魔性已经被我压制住了，他们不会伤害孩子。谢天满脸黑线：你丫的白景，竟破坏老子好事儿！他郁闷地气了一会儿，施法收回幻境。孩子们突然被拉回现实，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都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个个脸上冒着细汗，笑得小脸红扑扑的。老师，我们以后每天都可以和他们一起玩吗？班长杨开大着胆子问。谢天眯着眼睛，正想开口丢一句你想的挺美，白景却先一步开口了：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开始练习打坐休息，明日寅时你们准时在这里报到。寅时是几点呀？凌晨3点都不知道，笨蛋啊！那时候我们还在睡觉呢。就是啊，老师，3点太早了。孩子们哭丧着脸，谢多多和几个同学围在一起，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一会儿学生们散开，杨开带头求助谢天：谢老师，你最威武、最帅气、最善良了。你看我们这么可爱，
你忍心让我们变成熊猫脸吗？同学们附和道：“哎，是呀是呀，谢老师最帅，谢老师最好，谢老师是天下无敌的大好人。”谢天嘴角微微抽搐，这些孩子净说大实话。不过这熊猫脸是什么鬼？谢多多跑过来拽谢天的袖子：“爸爸，你最好了，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你看我们这么可爱的小朋友，是祖国未来的花朵呀，所以我们要更好的休息。爸爸，你说对不对？”谢天挑了挑眉，搞了半天，这些孩子是在求情。他嘴角抽搐，不客气地捏了捏谢多多的脸蛋。这些话是谁教你说的？爸爸，你太落伍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多多都懂，你都不知道。哎，谢多多叹了口气，很认真地说道：“爸爸，我们是小孩子，小孩子要有小孩子的样子，打坐是叔叔这么大的人才会做的。我们小孩子负责活泼可爱，大人负责让我们活泼可爱就好了呀。”谢天挑挑眉说：“好像还挺是这么回事儿。”谢多多的眼睛亮晶晶的，谢谢爸爸。然后跑回宋少阳身边，偷偷和班长比了个耶。谢天眨了眨眼：“老子刚刚同意了吗？”孩子们小声交流：“你爸爸同意了，我们真的就不用那么早来了吗？”谢多多点头，很认真的点头，小声说：“我叔叔一般都会听我爸爸的。”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的白景和谢天有些无语。白景轻咳，严肃道：“这件事没得商量。”等等！谢天突然抬手，在孩子们殷切的注视下，慢慢的挤开了一抹森森然的微笑。何必等到明天呢？现在时间还早，从现在开始休息。白景愣了一下，点头：“啊，也好。”说完才发现，哎，自己好像真的挺听谢天的话的。同样感觉的还有谢天，不过他倒觉得不足为奇，毕竟，白景是被自己的美色所迷惑嘛。不过老子真的已经帅到让白景这厮言听计从到如此地步。而此时呢，教室里孩子们正在嗷嗷的闹腾着。我们要坚持打倒特朗普主义，坚持共产党主义，一切以宝宝们的意愿为准则，不早到要早退，上课玩游戏，下课吃东西，这样的老师才是最可爱的天使。死哥！谢天都傻了，这群孩子的用词积累比我还要丰富。他摸了摸耳垂，等这些孩子们吼完了，这才懒洋洋地下结论：抗议无效。下一秒，他也进入了老师的戏，严肃道：“这个，为了让你们长记性，现在有请白景老师对你们进行一次深切的教育。”他对白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自己则走到了一边坐着休息。白景叹了口气，肃声道：“开始打坐。”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不是教他们写字，就是念书，要么就是唱一些难听的要死的童谣。孩子们私下曾经怀疑老师是不是个智障。现在换了新老师，这新老师不仅不逼他们写字，还让他们漫游动物世界，现在还能玩修仙，太让人期待了。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孩子们学着白景有模有样的跟着打坐，都快半个小时了，腿都酸透了，一点修仙的感觉都没有呢。有些孩子已经开始不耐烦了。更年期到了的谢天正琢磨着怎么在白景和孩子们之间点一把火，再让他们这么无欲无求的打坐下去，天都要黑了。白景啊，
谢天的声音突然响在耳侧，白锦轻轻怔了一下，睁开眼睛，见谢天嘴里叼着一根树枝，盘腿坐在他旁边，下面一片叶子做垫背，整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这节课差不多了，咱换点新花样吧。谢天说。白锦自觉收起了老师的凌厉，温声道：你想做什么？孩子们都好动，你这样子压着他们的本性，反而适得其反。你看看他们脸上的鬼样子，个个呆得跟傻子似的。谢天毫不留情地数落，对面的孩子们敢怒不敢言，更是不敢动。谢天这才继续说道：我呢，有一个一举两全的办法，可以让你们玩游戏，也能练习法术。什么游戏啊？谢天嗯了一声，微微挑眉。他们不是应该问什么办法吗？这群调皮的孩子。谢多多咂巴道：爸爸，你是要教我们一起吃鸡吗？低俗。谢天一本正经道：要玩当然是玩个刺激的。白锦蹙眉，谢天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手随意地搭在他的肩膀上，对孩子们友好的挤出笑容，说：白景老师已经答应和我们一起玩游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呢很简单，和吃鸡差不多。白锦拿他没办法。那不就是吃鸡吗？谢多多不怕死的切了一句。谢天淡淡的警告了他一眼：你老子不要面子的。谢多多勉为其难的闭上了嘴巴，心说那就给你面子吧。谢天继续道：玩过吃鸡的举手。孩子们纷纷举起了小手手，让谢天恍若有种高手都在民间啊这样的错觉。当然除了白锦。谢天担心一会儿孩子们因为他在游戏上的表现出来的木讷而抛弃他，从而给了他退出游戏的借口，于是特别好心的替白锦说话。对了，你们白景老师也玩过，他比较谦虚。白锦道：没玩过。得，台都没搭好就被拆了。谢天无语的看着他，听白锦煞有其事的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不过会玩。你确定？白锦想起萧军教他追夫却被他怀疑时提过的说辞，借口利用起来，震惊道：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谢天心道：神经病。接下来谢天和大家说了一下真人模拟吃鸡的游戏规则，孩子们纷纷凑过来，洗耳恭听的态度做得十分到位。谢天内心也十分的欣慰，施法把大家带进了幻境中。神秘古林中藏着各种各样的神秘礼包，还有代步工具，比如潜伏的动物、滑板鞋、自行车。作战工具有枪、剑、弓箭，什么法术技能包啊、望远镜啊等等等等。辅助礼包啊，比如指示包，它可以帮忙自动击杀附近的一个潜在危险。当然也还有作死礼包，红色炸弹。拆到红色炸弹不会让自己的气球爆炸，但会发出爆破声，让对方察觉自己的位置。说到此，谢天略略提高了音量，煞有其事道：所以面对古林里面的大礼包，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小天使，有可能是你们幸运踩下的狗屎哦。毕竟最迷人的最危险，谁能活到最后一关还得看运气。谢天看了白景一眼，差点忘了重点，轻咳道：当然了，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玩，在这期间你们要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工具，通过实战来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灵力。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毫无余力的攻击对方，听到了吗？孩子们齐齐喊道：听到啦！游戏开始，白景和谢天分开，进入了神秘古林。谢天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只看这些孩子乱跑的步伐，就知道他们都是吃鸡小白。反正他开着真人游戏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胜利，索性放手让他们自己遛弯去。你们两组队，挑好自己的作战工具后，继续去找出行工具，然后按照我给你们的路线走。找到礼包盒的时候，不要立即拆开，
找个没人的地方再拆，那样就算被敌人发现了你的位置，你们还能尽快的跑开，知道了吗？老师不带我们吗？带你们还怎么训练你们的潜力？此时多败土，老师不能当你们变强大的绊脚石。这话好有道理。孩子们个个激动地点着头，知道啦，我们一定不会辜负老师的好意的。谢天颔首，玩去吧。孩子们蓄势待发。爸爸，我想和少少一组。谢多多突然说。谢天白了自家儿子一眼，你们是对手，怎么和他一组？作死一组吗？谢多多给他甩后脑勺，哼，我自己去找少少。谢天在心中吐槽，都说孩子长大不由爹，瞧瞧，这毛都没长全就知道重色轻爹了。等孩子们都出发，谢天扭了扭脖子，目光四处扫荡，寻找着白锦的位置。如果借着游戏失误的理由对白锦下手要了他的命，到时候修委会就算有意怪罪，那也怪不到他头上去。这才是谢天要开这场真人游戏的目的。虽然白锦对他和谢多多挺好的，可谁让他是魔选的绊脚石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拦他参选魔王，就算前面是一尊大佛，他照样要大开杀戒。耳边突然传来了些许悉悉索索的声音，谢天斜眼轻扫，鼻翼微动。这速度，这气息，是白景，这该死的运气，得来全不费功夫。他眯了眯眼，唤出自己的魔剑，寻了一处地方躲好。白景来得如此迅速，自然不是为了玩游戏，他只是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息，顺着那道气息找了过来，只是追到这里之后，那道气息突然就消失了。察觉到附近有其他的气息，白景放缓了脚步，眼神淡淡，不知道在想什么。谢天对他站在那里沉思的动作感到了奇怪。凭借白景这么高的修为，不可能如此放松警惕，但他已经来不及多想，错过这次突袭的机会，下一次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思及至此，谢天持剑悄然靠近，瞄准他心脏的位置，准备一剑击杀。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有一阵寒风侵袭而来，谢天只觉得皮肤像被割了一般，接着面前的树叶涌起了一道猛风，朝他逼过来。狂风的作用让他不得不用一只手去挡，但他送出去的那一剑并没有停下。只当他反应过来，耳边传来了一声爆破，是自己肩上的气球被刺破了。风气平息，白景白衣翩翩，纤尘不染地站在不远处，语气淡淡地说：“你输了。这世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你十分的认真，人家却只把这当游戏。”你用法术对付老子？谢天恶人先告状，白景的淡眸定在他手里的那把剑上。你不也动用了剑？谢天手一抖，若无其事地把剑收了回来，道：“你趁机偷袭，违背了游戏规则。反正规则都是老子定的。”哦，白景眉峰轻挑，面色沉静道：“如果我刚刚没有走开，你的那把剑刺中的是我的心脏。谢天，你这是谋杀亲夫啊！你可是在修委会的定律里，谋杀亲夫要受怎样的刑罚？”谢天缓缓地蹙起了眉山，问：“什么刑罚？”去修委会的牢狱改造10年。白景不疾不徐道。谢天轻哼：“哼，那也得看他们关不关得住我。”说着，他语气微顿：“谋杀亲夫？谁他妈和你是夫妇了？”
话都说到如此明白的地步了，谢天也不藏着掖着了，今天他一定要动手把他给了结。谢天的眼神凌厉地看着白锦，缓缓举剑。然而这时白锦却突然抬了一下手，示意他别动。他耳廓微动，神色严肃道：这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其他魔修？白锦，要打就打，哪儿这么多废话？谢天持刀杀了过去，白锦蹙眉避开，出手稳稳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嗔道：谢天，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你仔细感受一下，是不是你们魔族的默契？谢天咬牙切齿：谁他妈跟你在玩闹？老子……等等，好像真的有其他魔修的气息。他松下力度，施法寻找那道气息，发现那股力量很强大，而且活动速度很快，踪迹难寻。孩子们还在森林里四处活动，若真有魔气作祟，那后果不堪设想。你去把孩子送出去，我去对付他。谢天收回剑，沉声道。白锦眼神冷淡地看着某一处，已经迟了。神秘古林的另一边，几个小朋友正面碰上后，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对战。被子弹打中，谢多多就不能移动了，他只能乖乖地待在那儿躺尸。莎莎，谢多多突然欢脱地站了起来，对方立刻有些不满的声音就传过来了：谢多多，你耍赖，你已经死了，是不能说话的。谢多多哼道：规矩都是我爸爸定的，谁说我不能说话？只有你们这么笨笨才能被我的爸爸吓唬到。就在这时，有个骑着长颈鹿的同学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的是弓箭，远远地往这边射了一箭，正中杨开的生命气球。冷不防被打中的杨开看到对方是谁时，登时气急败坏：血友，你打我做什么呀？我们是队友。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哈哈，他这些队友都什么人呢？啊，麦有猪，损有猪，还有叛徒猪，应有尽有。坐在长颈鹿上的薛勇同学愣了一下，刚刚因为阳光刺眼，看不清楚下面的人是谁，偷袭成功之后只顾着激动了，哪里还去看打中的是什么颜色的气球啊？这会儿听到杨开嘶吼，知道自己做了如此蠢的事情，忙掉头就跑。杨开无语地喊：终点在这头，你往哪儿冲啊？我去给你找蓝旗。说得特别的理直气壮。只是他话还没说完，肩膀的生命气球就被打中了。打中他的是宋少阳，他用的游戏技能是弹法球。所谓的弹法球啊，就是用手指空弹，这是炼气修真的高级法术，对人体的眼力和力度要求很高。宋少阳能在这么远的地方一球打中对方的生命气球，可见他的修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基本的炼气。莎莎太棒了！谢多多激动的就要跳起来了。宋少阳吐槽：多多，你这么开心是不是不太好？不过呀，谢多多虽然重色轻友，可他也是很讲道理的。刚刚他害得杨开刺杀失败，在宋少阳的指示下，还是很诚恳的走过去向杨开道歉了。开开，刚刚是我不对，这样好了，一会儿我让我爸爸给你一只蓝旗，让你复活。杨开哼道：那不是让老师作弊吗？我爸爸这么厉害，别说一只蓝旗了，他一定能找到所有的蓝旗拯救我们的，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行动啊？杨开好奇的抬头看他，为什么呀？为了在背后默默保护我们呀。谢多多盘腿而坐，也拉着宋少阳坐下来。你放心，有我在，我的队友是不会伤害你的。宋少阳看了眼还在生闷气的杨开，默默地叹了口气。谢多多继续说：以前爸爸带我吃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到处捡宝贝，爸爸在后面保护我，我们配合的可好了。
杨开切了一声说：“哼，你肯定只会拖老师后腿。你懂什么？我越是拖我爸爸后腿，他就会更加的厉害的。我爸爸说了，所有的陷阱都是他前进的动力，要是没有人给他拖后腿，他自己都会无聊死的。小心！”杨开陡然瞪大了眼睛，眼见后面那团黑气就要攻击谢多多，他忙把谢多多推开了。那团黑气衍生出一双手来，攻击谢多多不成，就把杨开给拎了起来。放开他！宋少阳冷冷地用魔法球对准那股黑气，用力弹它。只不过那只手很灵活，一下子就避开了。谢多多忙捡起杨开的水枪，用力往那只手上打去。结果那只手把杨开当作盾牌，水柱喷了杨开一脸，杨开成了只被叼着的落汤鸡。谢多多惊愕：“我不是故意的。”杨开心道：“你就是故意的，我的发型都被打乱了。”那只黑手啊，抓了杨开还不罢休，又衍生出另一只手来攻击谢多多。不过被谢多多的坐骑白精灵用翅膀扇得变形，最后又散成了黑气。在这个幻境之中的动物之间都是有共鸣的，它们召唤一声，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就会纷纷往这边赶，一时间森林中地动山摇，好不壮观。最前面的白精灵不忘回头看看谢多多，仰着头叫了几句。这时那只丑陋的大蟒蛇也绕了过来，把同学们围在自己的身体下。大蟒蛇这是在干什么呀？它的粘液好臭，我要吐了。别乱说话，它这是在保护我们。对不起，我错了。大蟒蛇吐着蛇信，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现在孩子们再听这声音，是那样的动听啊！蟒蛇用庞大的身躯替孩子们挡住危险，前面的伙伴在浴血奋战。但因那只异兽实在太过厉害，不少伙伴被打得吐血，倒地而亡。我好像在我爸爸的书上看到过这只异兽。宋少阳绞尽脑汁地回忆着，留意到他奋起的麒麟角时，他才想了起来。那个好像是上古麒麟兽。上古麒麟兽，一听就是很可怕的样子。孩子们纷纷缩到宋少阳的后面，颤颤巍巍地说：“那怎么办？他会杀人吗？班长会不会被他……没关系的，他们会帮我们挡上一阵的。”宋少阳看着前方的动物们，一边安慰着孩子们。虽然他不是这里面年纪最大的，可他是这里面最厉害的，他有责任保护他们每一个人。多多，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通知老师过来？谢多多吓得小脸发白，摇了摇头，须臾想起了什么。我有这个。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相框，是以前爸爸逼着他戴上的，上面被谢天施了法，只要他亲一下相框，爸爸就会出现。这个相框里的照片还是爸爸呢？谢多多嫌弃地把它拿出来亲了一口，谢天那边没回应。谢多多又亲了一口，还是没反应。是不是你记错了？你看看项链下面有没有机关？谢多多检查了一下，没有。我看到别人遇到危险都是用嘴吹的。谢多多便又吹了一口，还是没有反应。爸爸太不守信用了。另一边，谢天是的确感应到了谢多多的求救，可是他此时正被困在另一处幻境中，根本无法抽身去帮他。这次的魔蝎很狂妄，不仅设了陷阱误导他和白锦的方向，还把他带进了一处荒山幻境之中。这里的山头几乎都是黑色的，波澜起伏，绵延不绝，有几处坍塌了，坍塌的地方冒着浓浓的烟火，四周是漫无边际的浓烟。这一处看起来倒有几分似曾相识之感，
可谢天来不及细思，尤其是在接到了谢多多的求助之后，他越发的着急，也越发的无法冷静。别让老子知道你是谁，否则老子一定叫你碎尸万段！谢天对着幻境怒吼，不过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谢天施法到处轰炸，试图寻找突破口。然而一阵地动山摇后，幻境依旧没变，倒是无形中总有一双手在阻碍着他。谢天，谢天，闭上眼睛，封住五官。白景的声音隐约传进耳畔。白景，那一瞬，谢天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般，切声道：白景，是你吗？多多有危险，你赶紧去看看多多，别管我。白景刚刚已经施法把他的法器望尘剑召唤了出来，去保护谢多多。如果望尘剑招架不住，他也会立刻感应得到。现在更重要的是困住的谢天。谢天虽然被带进了另一处幻境，可他的灵力作用效果却会在这个幻境显现。附近不知有没有学生经过，他要做的就是阻止谢天继续胡乱用法术。如果谢天出手不小心伤了凡人的性命，那他一定会受到非常强烈的反噬和惩罚。所以不管如何，白景都无法留他一个人在这里。谢天，照我说的去做。白景沉道，略是一顿，补充道：如果你想救谢多多的话。你真是个木愣子。但谢天别无选择，他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施法封住感官，用意念打碎这层幻境。他的脑海中顿时一片混沌交织，他的意识和幻境在打架，现实和虚幻不断的交织，快若闪电。他的耳边一直回荡着谢多多的呼唤，凄惨的在叫喊着：爸爸救我！还有谢多多被惨兮兮的丢在角落的画面来回反复，这一幕幕就像一根根刺一样扎进他的神经。他咬着牙，心里默念：那是假的，都是假的。在他的隐忍快要达到极限的时候，白景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谢天，谢天，醒醒！谢天浑身打了一道激灵，用意志力冲破了那道禁锢。霎时间，那些混沌被一道光亮冲破，所有的幻觉像一面明镜破碎般裂开，而他也清晰地感觉到了阳光的刺眼。他缓缓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白景那张满含担忧的眼眸。谢天，谢天回过神，低眸敛去复杂的心绪，哑声问：多多呢？白景见他已经走出幻境，心下松了口气，道：你放心，多多暂时无事。这件插曲过后，孩子们玩游戏的心思也没了。谢天把大家带出了幻境，见孩子们一个个情绪低落，难得好心地安慰他们：放心吧，他们在魔幻森林里只是个影子，他们的身体没事儿，等过段时间他们就会好了。真的吗？那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吗？我们以后还能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吗？谢天轻咳，撒了个谎：可以，只是过了这个村就不可以了。只有谢多多知道，爸爸是骗人的。之前他一个人在魔幻森林里玩的时候，不小心拔光了一只小兔兔的毛，那只小兔兔后背的毛过了好久都没长出来，后来听说在冬天里被冻死了，他为此都愧疚哭了。后来萧晨不知道从哪里带回来一只一模一样的兔子，才把他哄过来。这件插曲过后，谢天找了个借口，偷偷溜去楼道角落里给萧晨打了电话，依旧是打了2、3次才通。电话刚接上，谢天就问：陈，魔域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萧晨沉默了2秒，说：“师兄，最近有好几个魔人来打探你的消息，我怀疑他们受了其他人的胁迫。还有就是那个穆先生，他现在就住在咱家，他灵力高，我拿他没办法。”穆先生，就上次你说的那个报名魔选的厉害人物？就是他，我听到其他人都喊他穆先生。谢天眯了眯眼，问：“他的行为有什么异常吗？”萧晨答：“目前看不出什么，但是很奇怪，他的过去就像一张白纸，我查了很久都没查出来。不过好在他没有什么恶意，那些人来打探你消息的时候，他还站出来帮忙说话了，还把那些人打了一顿。现在家里暂时是安全的。”谢天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知不知道我的消息？应该不知道吧，他没问，我也没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萧晨顿了一下，说：“师兄，他说他无家可归，在魔选之前，他可能都要住在这儿。你看，其实啊，这穆先生是赖在萧晨这儿的，但若是这样说，谢天肯定直接回来把他踹飞了不可。”谢天扶了扶额头：“我不在家，也不在魔域，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人界。你还说你没有泄露我的行踪？”又叹了口气：“算了，反正我不在家，你爱让谁住就让谁住。不过那个人身份不明，你还是要注意点，别到时候把自己卖了，老子可没那个闲工夫去救你。”萧晨哑然：“啊，那你在人界也多留意一点。我听说今天那个神秘的长老已经去人界了，你尽快隐藏好自己的身份啊。”谢天挠了挠太阳穴：“这么快？师兄，你怎么一点都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呢？长老出手不是快不快的问题，你现在身份敏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暴露的。你……”萧晨还想说点什么，谢天那边已经挂了电话。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心想师兄怎么还是这样一个急性子。他收回手机，刚转身就看到穆先生站在后面的玄关处，登时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穆先生倚靠在墙上，手里把玩着一个打火机，嘴里叼着根烟，没有点燃。他看着萧晨，眼眸微眯，要笑不笑的，浑身散发着一种张扬、邪魅以及潇洒不羁，当然还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黑道霸气。萧晨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他差点就被他的气势所震慑住了。这几天和他相处，萧晨已经适应了穆先生的神出鬼没。平时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修炼，需要什么也是直接丢出一句话，他若是不给他拿，他自己能翻天覆地的到处找。萧晨教育他说不能在别人家里这么随便动粗，然而穆先生直接提刀就架在了他脖子上，一言不合就动刀威胁。他为了小命不得不妥协，若非如此，早就把这个人赶出去了。你在和谁通电话？穆先生点了烟，吸了一口，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萧晨淡定道：“我和谁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儿？”他准备要走，在玄关处被穆先生拉住了手腕。小孩怎么这么容易生气呢？萧晨无语：“我都说了我不是小孩子，穆先生，你这岁数顶多能做我叔叔。你要是缺侄子呢，我倒可以勉为其难的答应你。”侄子？穆先生凉凉的笑了一下，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色意。你知道我活了多久吗？就你
喊我一声祖宗都不过分。他这个人，要么沉默的要死，要么开口就一句话气死你。萧晨蹙眉盯着他，抬手推掉他的桎梏，故作轻松道：你不会是什么怪物吧？我告诉你啊，就算你是怪物我也不怕，我养了很多灵物的，他们也有和你一样修炼成人的，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唬得了我。穆先生朝他呼了一口烟气，萧晨被呛得咳嗽，只听得一声低沉的轻笑。果然是小孩，胆这么小。待萧晨缓过来，发现穆先生已经不见了。萧晨知道他肯定又回屋子里闭关了，真是个奇怪的人。谢天他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发现孩子们都不在宿舍，莫不是已经醒了？好孩子，哎呀，都不用他亲自打铃就这么自觉，比谢多多这个赖床的懒虫强多了。正欣慰着，脚下冷不防一阵晃动，桌子椅子被晃倒，房子就要塌了。他察觉不妙，立马从窗口跳了出去，遇着步击剑稳落在地。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啊！不远处孩子们正在使用灵力修习，不知道是灵力突然爆发还是怎么的，个个突然变得厉害非常。瞧那个薛勇直接施出一水柱，把学校的食堂给冲倒了，水花泛滥，差点把整个食堂淹没了去。还有一些不知死活的，直接用火术把学校周边的树给烧了，最后差点引火上身，把自己给燃了。谢天忙御剑过去帮他们灭火，咬牙切齿道：都给我停下来，发什么疯？谢天皱着眉，四处寻找着白锦的身影，结果发现白锦混在孩子们的中间，他盘腿坐在半空，灵力外泄。显然孩子们突然灵力爆发，都是受到了他灵力的影响。白景，快停下来！谢天急声喊道。无奈白锦根本听不见谢天讲话，此时他的脑子里不断地回想着刚才听到谢天说的那句：我一定会和白景脱离夫妇关系，恢复单身。这句话就像个恶魔一样攀附在他的脑子里，隐隐地诱发着他体内的魔气发作。不过他很快克制住了，反而是体内的灵力发泄诱发了孩子们的潜在天赋。他承认他只是在发泄，起码这样能带给他一点快感。看，我可以把乌云召唤过来了！一个同学突然喊道，他施法招来乌云，让乌云追着人跑。乌云夹杂着闪电，那些凡人被吓得屁滚尿流，哭喊不停。不知是谁施了黑暗术，遮蔽了阳光，使得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黑暗之中。一时间，车鸣声、碰撞声、叫喊声连绵不绝，周围都乱透了。黑暗中，谢天恍然听到了萧军的声音：白锦，你要是再不下来，你的谢天也会为此遭殃。霎时间，白锦突然睁开眼睛，收住了自身的灵力，而萧军趁着这一间隙，忙和众修士一起施法，让这个世界恢复了原状，并帮忙抹除了相关的记忆。谢天跃到半空，把白锦拽下来，脸色深沉：白景，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自己疯就算了，还拉着一群孩子跟你一起疯。是，我就是个疯子。白景凉凉地看着谢天，眼底发红地盯着他。所以谢天，不要挑战我的底线，不要再说离开他的话，一句都不要有。谢天甩了甩头：老子什么时候挑战你了？白景紧紧地抿着嘴，避开脸，没再说话。这段插曲过后，谢天和白景自然被学校辞退了。
他们是萧军介绍给校长的，之前校长可就不太同意，现在闹了这么大的动静，萧军得担一定的责任。不过校长到底还是给了萧军面子，没有对谢天和白锦说什么狠话，关键是也没胆。萧军安抚了校长几句后走了过来，看到谢多多一只手牵着谢天，一只手拉着白锦，小大人般的安慰他们：爸爸、叔叔，没关系的，多多不嫌弃你们，多多觉得你们是最棒的。谢天瞥了白锦一眼，这事儿又不是老子惹起来的。白锦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让萧军气不打一处来。如果有损友排行榜，白锦肯定是见色忘义还屡教不改的损友模范典型。白锦先生，谢天先生，碍于你们最近频频使用灵力危害人类社会的安全，修委会决定限制你们的灵力使用权，观察期是1周。萧军机械般说道，不由分说的在两人的戒指上施了道法。至于你们欠下的其他条款，我们会对你们做完评估之后再给你们分配工作，请你们吸取这次的教训，不要再挑战人类的规章制度。谢天嘴里吃瘪，这次他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做，莫名背上这么一个锅，想想都觉得生气，对白锦的脸色更加不好。白锦眼底微漾，袖子下的手指微微紧握，冷淡道：你和我夫妇一体，同修又何妨？谢天真的觉得烦躁无比。谁要和你同修？自作多情。他拽了一下谢多多的手，过来。谢多多仰头看了白锦一眼，还是听话的松手走到了谢天这边。谢天拉着他往回走，步伐迈得很大，谢多多要跑着才能跟上去。爸爸，不等叔叔了吗？他又不是不认得路。爸爸又抛下叔叔。谢天哼道：再说一句，老子连你都不要。谢多多闭嘴不敢说话了，毕竟爸爸还在更年期呢。白锦看着谢天父子远去的背影，眼神暗了暗。萧军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我就说谢天是个刺猬，你越是逼他，他反而走得越远。吃软不吃硬，你看不出来呀？白锦冷冷地瞪他。萧军讪讪地把手放下，说：虽然你不仁，但我不能像你这样不义。得。他伸手一挥，一个人的简单档案凌空而立。这个人木皇，人称伏魔老祖，资料不多，以前我倒是听说过他。这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自称伏魔山的老祖，修为莫测，至今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年龄，是个十分厉害而又危险的角色。在魔界还没推举魔王之前，他在魔界里已经被公认为魔王了。不过他个人对魔王这个位置不感兴趣，不然魔王之位早就一锤定音了。说重点。白锦打断了他。萧军挑眉道：这就是重点。像木皇这么一个不可一世的人，在2年前突然销声匿迹，难道不奇怪？有人说他已经死了，也有人说他找了一个隐秘而安静的地方闭关修炼，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不过最奇怪的一点是，他消失的时间和谢天在伏魔山惹事的时间重合了。若我猜的不错，这个木皇可能还活着。2年前他和谢天结下梁子，现在回来找他报仇，那这一系列的怪事儿就说得通了。毕竟想悄无声息地把魔气送到人界来，需要很高的修为，而木皇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白锦拧了拧眉，问道：他的修为很深？何止是深呢，
简直是出神入化，起码到目前为止，在他手里还没出过一个胜者。没出现过不代表没有，白景淡淡道。他看着资料相框的面具脸问道，能不能查到他的样貌？萧军露出了为难之色。据我所知，他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就算出现也会戴着这个金色面具。那就去查。这事儿你倒不如去探探谢天的口风。萧军道，他扶着下颚略作深思。当年伏魔山发生的那件事儿，明显有人做了手脚，不然不可能在修委会都查不出来。这个人很可能和木皇有关。你说他和谢天多大仇多大怨呢？几次三番对他下狠手啊？白景冷冷瞥了他一眼。你办事能力真是越来越……他突然顿了一下，抬手一看，同心界正在传达危险警告。他眉色一凛，急身赶回去，迈出一步，又转过头，微微抬手，皱眉命令道：解封，谢天有危险。萧军愣了一下，被白景的冷眸看着背脊发凉，忙在同心界上解了分数。白景刚赶到家门口，有一个重物朝他脚下砸了过来。起初他并不在意，直到脚边的重物抓着他的衣角狼狈地爬起来，露出了谢天那张狼狈的脸。谢天你……白景刚要说话，前面一道魔气袭击而来，白景立刻把谢天护在身后，准备施法打回去。结果谢天一把抓住他的手，咬牙切齿道：那是谢多多，你敢伤他一下试试？白景一愣，忙收了点力道，把那股袭击的力量炼化掉。谢天皱眉：我们的灵力不是被封了吗？为何你能用？白景来不及解释，因为谢多多已经又打了过来。他虽然人小，但力量却很大，魔气很重，看起来修为并不比谢天的修为低。怎么回事？白景施法压住谢多多，回头看着他：你没事吧？没事。谢天擦掉了嘴角的血迹，冷冷道：多多这样还不是因为你？谁知道你下午发什么疯，刺激了孩子的潜力，多多灵力大增，渡劫时间提前了。白景眉间闪过一丝愧疚，问：他历劫一直是这样？谢天并不否认，说：他体内有种霸道的力量，每次历劫都会爆发，凭多多现在的修为根本抑制不住，平时我都会提前封住他的灵力，这次失算了。白景抿着唇，慢慢施法安抚谢多多身上那股霸道的力量，约莫半个时辰后才把那道力量彻底的封住。没了那股力量，谢多多直接从半空摔了下来。在那之前，谢天已经跑过去，稳稳地接住了他的小身体，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小脸。多多。谢多多的眼皮子轻轻颤了一下，看着不远处的白景，苍白的嘴唇微微开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就晕了过去。虽然他的声音很小，但白景还是听到了，他在喊白景爹爹。他只是昏睡过去了，没事了。白景虚弱地说。谢天面色复杂地看向白景，见他虚晃地扶着沙发边缘，面色苍白，却还是安抚他说：我没事，不用担心。谢天抱起谢多多，口是心非道：谁担心你了？多多这样都是因为你，别想老子会因为这个感激你，顶多留你一条性命罢了。谢天。白景突然开口，眼眸中满是温柔，温柔中还有几分坚定。他说：我们是夫妇，夫妇间不用这么客气。哼，毛病。谢天轻哼，并不领情。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因为白锦他无法正常参加魔选，所以这时候无论白锦做什么对他而言都是阻碍。正想着，白锦扑通一声倒在了沙发的另一边。他身长体重，沙发支撑不住要往另一边倒。谢天来不及多想，动作比脑子转得快，一下子就扑过去压住了他的上半身，把沙发的力量平衡挽了回来。白锦安安静静地躺在谢天的身下，面容发白。这已经是他第2次为了我们父子晕倒了。谢天想，面对白锦这样的付出，不感动是假的。如果不是为了参加魔选，或许他……不，为了魔王之位，绝不能对白锦有任何的非分之想，至少现在不可以。谢天甩了甩头，把心底的那抹异样压了回去，将白锦打横抱起。然而就在这时，突然有一道小小的黑影一闪而过。谢天似是察觉到了什么，忙侧开身子躲过了一次攻击。他抱着白锦刚刚站定，就在门口看到了始作俑者，眉头突的一跳。君若兰。来人穿着一身蓝灰色的长衫，瘦骨嶙峋的身体仿佛惊风就要倒，他的脸更是干枯的离谱，两颊微微凹陷，轮廓好若用骨架勾勒起来般，一点多余的肉都没有。不过这倒不影响他的颜值魅力，他五官清秀，浓眉抹瞳，高鼻薄唇，头发整整齐齐地挽于冠中，一派书生气息浑然而成，也是叫人赏心悦目。此人便是君若兰。君若兰，修真界魔修，魔界人称行走的妙手诡医，因行踪不定，用药尤其是毒药出神入化而闻名。不过他这个人木讷小气，虽然一身医术傍身，却从不医治和自己无关的人，也从不让人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轻易与人交际。你与他说话，他给你的眼神只有勿近勿扰，否则都要伺候。也是由于此，至今君若兰诡医才名在外，却没几个人见过他，无论样貌、年龄、性别，甚至是名字。偶有认出他逼迫他去救人的，君若兰非但不去，还随手丢他一手毒粉。毒粉不要人性命，但会毁人容貌，那效果比整容失败还厉害，中毒后保准连爹妈都认不出来。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惩罚，不是直接把他杀了，而是让这人带着一张丑不拉几的面容过一辈子，所以谢天哪敢惹他呀？君若兰徐步走近，那枚攻击谢天的珠子在室内转了几圈之后，稳稳地落在了他的掌心。他看了看谢天，眼里是一成不变的冷漠。谢天自问记者无几，但君若兰却是其中之一。你怎么来了？谢天嘴角咧了个笑容，视线似有似无地扫过他手里的珠子，笑容更加的友好。早说你要来，我好去迎你啊。这人界的路不好找吧？君若兰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你怀里抱着的人是谁？谢天轻咳，转移话题道。多多才刚历完劫，身体虚弱着呢，你赶紧给他瞧瞧。你看我做甚？看多多，多多在那边。君若兰提着药箱走过去，步步生虚，大概是因为身形过瘦，走路都踩得不太结实。谢天忍不住说了句：你这家伙不会还在啃馒头吧？君若兰淡道：与你无关。毛病。谢天常怀疑这家伙
是不是对馒头情有独钟啊？顿顿吃馒头，一顿还只舍得咬半个，非把自己饿成行走的僵尸。你为了这个男人把多多抛弃在一边？君若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这个人越是平静就越危险。谢天抱着白锦靠在楼梯的栏杆上，故作轻叹道：你也知道多多身体特殊，上一次历劫折腾了几次才成功。刚刚要不是白景这家伙在，多多哪能这么快破了炼气进入筑基？这做人得知恩图报。君若兰淡然地把耳朵封了起来，边给谢多多用药边道：把他送走，别浪费我的药。谢天挑眉：得嘞。然后赶紧把白锦抱回了楼上的卧室。楼下君若兰已经替谢多多检查过了，谢多多只是灵力耗尽，身体虚脱，用药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他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多多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吧？谢天走过来，视线在谢多多脸上一扫而过，见他气色恢复的还不错，心底松了口气。君若兰笔直地坐在沙发上，正襟危坐，还把一颗药伞放在桌面上，俨然一种审视的状态。解释。气势还挺足，连毒药都放上来了。谢天轻咳，正儿八经道：这有什么可解释的？白景是这孩子的父亲，我本来想报复他，带着儿子去破坏他的婚礼，谁知道哪里冒出来一个修委会的同居惩罚令，把我和多多强行丢在这里了。他那唉声叹气的模样啊，把自己说得何其无辜。君若兰提眸看着谢多多：他是多多的父亲？亲子鉴定都做了，千真万确。君若兰神色未变，淡淡说道：我对你的私事不感兴趣，我今天过来是带你去领结婚证，你和多多今天就和我一起回家。回修真界？谢天一听，眉眼眯了眯，激动得特别假。那什么，你要是能有法子安然无恙地把我和多多带回修真界，我们父子俩一定对你言听计从，感激不尽。那样老子就能安心准备魔选了。君若兰寡淡地看了他一眼，对他的心思了然于心。谢天，你欠我的钱一辈子都还不完，别做这些无所谓的挣扎。我没挣扎呀，我这不是非常认真地配合你吗？君若兰问：那你们如何才能结束现在的夫妇关系？我和他不是夫妇。如何结束你们的同居关系？谢天挠了挠太阳穴道：简单，他死了，我和多多就自由了。君若兰点头，递给他一颗药丸：你把这个给他吞下去，保证他立刻驾鹤西天。那什么？谢天知道君若兰这一根筋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他说死翘翘就绝对不会给白景生还的可能。他这回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对白景的死这件事感到特别的心慌。他淡定地翘起二郎腿道：人家才刚刚帮了多多，咱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君若兰看着他：你想怎么做？谢天轻咳，为难道：我要是有办法，犯得着待在这里啊？君若兰起身：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毒死他。谢天眼角抽搐，忙道：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楼上的小子是太医门掌门的独生子，杀了他确实能为我们魔修长脸。君若兰，我支持你。如果到时候太医门的人来报仇，不管天涯海角，老子都护着你。太医们最擅长的就是追踪术，被他们盯上的人很少能逃脱，就算一时能侥幸逃脱得掉，
以后出门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君若兰脚步微顿，眉头皱起。他是太医门的人。千真万确。谢天点头，语气相当的真挚。你要用哪种毒药？哪种是最毒的？要不你把毒药给我，我来办他，肯定不给他挣扎的机会。君若兰若有所思地看他一眼。你想陷害我？我这怎么能叫陷害你呢？你手里有我的婚书，我们迟早是要夫妇合体的。陷害你不是给我自己添堵吗？谢天义正言辞道。君若兰没理他的巧言细语，收拾衣箱准备要走。既然你的家务事还未处理好，那我过几日再来。桌面那瓶药丸是给多多的，1天3粒。见状，谢天故意扑过去抢一瓶药。君若兰伸手拿回来。哎，小妾，我都是你的人了，拿你几瓶药怎么了？说着直接那瓶药揣自己怀里了。君若兰漠然地看他一眼，从箱底把一张纸拿出来，写上用药金额1000两，然后推给了谢天。签字。谢天睨了一眼。君若兰，咱俩都是自家人了，这借款就不用写了吧？在你还没过门之前，我们就还是明算账的关系。君若兰点了点那借条，语气不置可否。签。谢天无语地翻了个白眼，认命地在上面签字画押，又把借条拿起。来，我看看我欠了你多少。正要故意把它撕碎，君若兰淡淡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借条我都做了存档。言外之意啊，你撕了这张也没用。谢天一脸的无趣道。你这也太小气了，咱俩迟早都是夫妇，这孩子还喊你一声义父呢，自家人谈钱多伤感情。君若兰道。下次我过来咱们就结婚，尽快处理好你的事情。你怎么这么着急结婚啊？莫不是家里催婚了？君若兰绷着脸。这和你无关。谢天饶有趣味地调侃他。哎，怎么没关系啊？你刚刚还说是我未婚夫。谢天，别打断，我在聊正经事儿呢。君若兰说，我没喊你。谢天一怔。那是。他和君若兰对视一眼，两人都扭头往楼上一看。白景站在楼道玄关处，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哎呀，谢天下意识的就站了起来啊，正想要说点什么，只觉得眼前一阵黑影闪过，客厅里已然没有了君若兰的影子。君若兰那货竟然已经跑了。这跑了？谢天扶额叹息。哎呀，这下子该怎么解释呢？如果说自己身家有主，白景会不会就此放过他呢？想到此，他抬头看向白景，脑子里闪过白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威胁他不会放他离开的模样。默默放弃了这个破釜沉舟的办法。白景沉着脸走过来，在旁边的沙发落座，问他是谁。他谢天喝了口水润润嗓子，准备扯谎。那个他是你未婚夫。白景替他把后面的话补充了，他平静的眸光下铺着一层冷意。谢天睨了他一眼，舌尖在上颚扫了一圈，点头道：是未婚夫不错，不过你听错了一点，他是咱多多的未婚夫，不是我未婚夫啊。什么鬼回答？白景看着他眼神清冷。谢天继续厚脸皮道：这个人叫君若兰，是魔界的一位妙手鬼医，不过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医人从来只医自己人。当初多多生病，只有他能救，把多多许给他也是当时的无奈之举。余光观察白景的神色，他越说越是那么一回事儿。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见了你就跑，
还不是因为第一次见家长没准备好。虽然他和多多这年纪差是大了一点，不过谁让咱理亏呢？白景好看的眉微微挑了一下，神色变化莫测，最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对他的态度，他很满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尽情的怀疑人生吧，只要不怀疑到他身上来就行。白景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若有所思地问：那如何才能解了这门婚事？简单啊，把欠他的钱还清，就他视钱如命那样，只要钱给够，何尝万事无商量？谢天叹道：你欠了他多少？欠了。谢天想起白景的现况，眼底闪过一丝鄙夷。嗨，告诉你有什么用？你的钱包比我的还寒酸。白景有些尴尬，这之前为了满足谢天赚钱养家的愿望，骗他说自己身无分文，这现在谢天连自己和儿子都亏没了，他在家还怎么安心的貌美如花呀？你放心吧，多多现在还小，我们有的是时间赚钱还债，到时候把钱还清了就没事了。白景本来还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坦白自己的身价，但又担心会吓到谢天，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到时候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再替他把钱还了吧。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谢天刚抱上谢多多，谢多多就醒了。谢多多听到君若兰的名字，眼睛亮了一下。爸爸，是鹦鹉。话都没说就被谢天捂住了嘴巴。刚刚你打了老子多少下？现在还记得不？谢多多一脸茫然。多多哪里打爸爸了？敢做不敢认，看我不好好教训你！谢天一边说一边抱着他往楼梯那边走。谢多多忙朝白景伸手：爹爹，爹爹救我！爹爹！白景的身体猛地一僵，心底的平静像是被搅浑了般，波澜起伏。白景温声道，很顺手的把谢多多抱走。多多，饿了吧？谢多多点头。饿了。刚刚喊我什么？谢多多眨了眨眼睛，脸颊红成了一块，害羞的用白景的衣服捂住了耳朵，过了好一会儿才温声开口，喊爹爹。白景嘴角轻抿，淡定道：多多，再喊一遍。爹爹。谢多多先小声喊了一遍，然后再大声喊：爹爹，爹爹。白景了一声，爹爹在。谢多多害羞地缩着脑袋，也紧紧地抱着白景。此时被抛弃的谢天心中想，为什么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变酸了呢？谢多多在渡完劫之后心灵变得要比平常脆弱些，各种情感容易趁虚而入。他记得谢多多第一次渡劫的时候，他帮了他，谢多多对他寸步不离的持续了1个多月。自后两父子亲密无间。刚刚他渡劫的时候，显然感觉到是白景在帮他，这不直接把爹爹都给喊出来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给他留。真是便宜白景那货了。接下来的这几天谢天一直躲着白景，倒不是怕白景，只是最近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每次看到白景都会有一点心跳加速的感觉。莫不是自己真的被白景逼弯了，就是因为看了他几块腹肌？靠，老子的腹肌比他还要好看好不好？可是这心跳他不听使唤呢，在白景面前砰砰砰砰砰的跳个不停就罢了，每天早上醒来，不是他像八爪鱼一样趴在白景的身上，就是他被白景搂着腰乖巧的躺在他的侧膀子上，搞得他都差点以为自己和白景真的是夫妇关系了。据几天各种异常的情况来看，谢天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有了被掰弯的迹象。
长此以往的话，谢天闭着眼睛，想起了上次魔选生子的丑样，甚至还在直播里被全民喊着退出魔王之选，这一幕幕都让他一阵冷汗涔涔。不行，老子已经错过了一次魔王之选，这一次谁也不能阻拦老子争夺魔王之位。谢多多，你都多久没运动了？又胖了。谢天把他放下来，说：“给你一个任务，绕着公园跑5圈。”谢多多嘟着小嘴：“多多哪里胖了？多多这长高了。”谢天眯着眼：“一个人在那里嘀咕什么呢？还不赶紧跑起来！”那爸爸呢？谢多多有些无语：“我在后面看着你跑。”为什么不是多多看着爸爸跑？谢天轻哼：“哼，就凭老子抱得起你，你抱得起老子吗？”谢多多叹了叹，好气哟，爸爸总是欺负他弱小。哼！谢多多又在地上滚了一圈，滚一圈后看到对面也有人在跑步，那个人是……他突然撑起身体，擦了擦眼睛，哎，是少少。看清是宋少阳之后，累得跑不动的谢多多突然浑身充满了力量，蹭蹭蹭的朝宋少阳跑过去，边跑边喊：“少少！”谢天笑而不语：“臭小子，小小年纪就见色忘父了。”那边呀，宋少阳看到谢多多跑过来并不惊讶，他早就看到谢多多在这边跑步了，所以才故意找了个借口下来跑步和他偶遇的。少少，好巧啊！谢多多笑嘻嘻的：“你家也在这里吗？”宋少阳点了点头：“哦，你呢？”谢多多眼睛一亮：“我家就在这里呀。我好像在……”他不记得门牌号了，随便指了一通：“就在那里。”那里是他家的反方向。宋少阳本来想接他的话说他家就住在他隔壁的，现在这话好像接不起来了。“你也是来在这里跑步的吗？”谢多多问。宋少阳点点头：“那我们一起跑吧。”哦。过了2分钟，少少，我跑不动了。那就走走。也走不动了。宋少阳为难地站在那儿，想到他刚刚在地上打滚的画面，有点无奈。他正想说：“哎，走不动就坐一会儿呗。”结果谢多多突然牵起他的小手手说：“你拉拉我，拉着小手就能走得动了。”宋少阳没有说话，牵起了谢多多的小手手，两个孩子慢慢的牵手一起走。没一会儿，宋子安的声音在不远处传来：“少阳，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闻言，谢多多的小脑袋垂了下去，有些不开心。宋少阳抿着嘴，在他准备要松手之时，又握紧了几分。谢多多抬头，面色疑惑：“少少，你爸爸喊你回家了。”宋少阳点头：“我知道。”谢多多眨了眨眼睛，看着被他牵住的小手手，问：“少少，你是想邀请我去你家吗？不是太晚了，我要和我爸爸和爹爹说一下才行。”宋少阳叹了口气，拽着谢多多往回走，边走边说：“谢多多，你是不是一个路痴？”“不是呀，我认路可好了。”谢多多左顾右看了一会儿，问：“少少，你要带我去哪里呀？”“送你回家。”“我的家在这边吗？”“嗨。”一直到上了楼，两人在楼道口分开，谢多多才恍然大悟地说：“啊，少少，原来你也住这里呀！”宋少阳无语地抿着嘴。谢多多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小手手指着他家的窗户：“上次我在这里看到一双很大很亮，像2颗玻璃球的眼睛。少少，你能拿给我看看吗？”宋少阳没说话。嗨，
我儿子缺根筋，你们别见怪。谢天没眼看的走过来，把谢多多拎起来丢进自己家。谢多多挣扎的向宋少阳挥手说再见。宋少阳站在那儿，等他家的门关上，这才抬起手挥了挥。少阳，门打开，一道低嗓而又好听的声音传了出来。宋少阳回过头笑了一下。妈妈。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睡衣的长发女人，她是瓜子脸，脸蛋小而精致，五官清秀温雅，透着淡淡的干练英气。平时不苟言笑的，许是在公司里待久了，一个总裁嘛，管理上万的员工，总要老练成熟一点，才能稳住人心。而微笑和友好呢，对他来说都是阻碍。是了，眼前这个人是修真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万恩集团的总裁季瑶的孪生弟弟季月，年纪轻轻，身价破100亿，被誉为最年轻的企业家。不过成功往往附带着舍弃，他为了管理好这个公司，几乎夜以继日地处理事务，哪怕是来到人界执行同居令，每天也都会开着电脑，不是开会就是处理突发事件。这不，少了很多陪伴宋少阳的时间。她的皮肤白皙嫩滑，比普通的女人护理的还要好，所以在宋子安的眼里，季月就是他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季瑶，他对此深信不疑。而从季月决定代替姐姐嫁给宋子安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季月了。这一点像宋子安这样迟钝的男人是发现不了的，起码季月自认为自己隐藏得很好。怎么流了这么多汗，跑了几圈？季月用纸巾帮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快去换件衣服，别感冒了。宋少阳点点头，回头对宋子安说了句：爸爸，我去换衣服了。宋子安了一声，看向季月：你工作忙完了？季月淡淡的点了点头，把一双男士拖鞋丢在地上，什么也没说，就回了自己的房间。宋子安兀自换了鞋，关上门。进门时，他习惯性的看向了2楼紧闭的卧室，眉间总有几分无奈。宋少阳在自己的房间开着门缝观察外面的情况，爸爸妈妈还是没有说上一句话。谢天郁闷地走回房间，心底窝着一口气。白景和谢多多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是你做错事了吧，要生气也应该是我吧。谢天还在郁闷地四处找证据。白景进门时，他正趴在地上扫描着床底。你在找什么？谢天头也不回。找衣服。白景走近，修长而有力的手掌将他拉了起来，抵在墙角。今天的事儿，你就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谢天眼珠子上下转了一会儿。这诡异的姿势是什么意思啊？老子被壁咚了。今天什么事儿？谢天打算装傻充愣。白景微微眯了眯蓝眸，低头缓缓地靠近他，灼热的气息清晰可闻。你自己说呢？谢天神经突突，心道不妙。他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气息滚烫，脸颊红润，不正常，太不正常。难道他体内的合欢散现在才起作用？这太荒唐了。谢天试图用力推开他。白景，你清醒点，我是谢天。喂，是不是明摆着鼓励他吃豆腐吗？他脑筋急转，在白景的嘴唇亲下来之前，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咬牙威胁道：
白景，你敢毁老子清白，老子一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说时迟，那时快，系统发出了叮的一声。基于今天宿主谢先生违背了夫妇同居的规则，试图算计白井先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现在系统将对你处以处罚，岿然不动10分钟。还望宿主们以后要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哦。谢天傻了，什么狗屁！老子这不是还没得逞吗？既然打不过，那我跑还不行？只是为何哪都动不了？这该死的系统！白景把谢天的手摁在他的头顶，单手搂紧他的腰，附上他的唇，就吻了上来。也许是因为药物的作用，他浑身都发烫的厉害，灼热的气息侵蚀着谢天的整张脸。谢天被他吻得晕晕乎乎的，又不能反抗，没一会儿竟然跟着沦陷了。太耻辱，太侮辱人了！谢天心里叫嚣着，身心却又享受着白景给他带来的刺激和动情。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白景第一次的吻还很生涩，这回越亲越有技巧，把谢天吻的那是一个神魂颠倒，连谢天自己都不知道，后面他自己都变得主动了。啪！白景撕开了谢天的衣服，手臂用力一收，两个人一个旋转，谢天被他丢在了床上。下一瞬，白景欺身而上，指腹深情地抚摸着他的眉眼，在他嘴边落下绵密的吻。谢天觉得自己就要疯了，眼看着他的手不安分地往下扯他的衣服，谢天吓得一个机灵，整个人恍然清醒，竭力想要反抗，奈何就是挤不出一丝反抗的力气。白景，你丫敢脱我衣服试试？白景的动作微顿，他动情的眸闪过一丝茫然。谢天以为他清醒了，心里轻松地松了口气，却不想他突然一个用力，把他当被子一样打了一个分儿。谢天趴在他身下，心跳如擂鼓，被吓得君若兰研究的是什么鬼药？怎么把人弄得跟个傻子似的，听不懂人话了是不是？白景，你……谢天用力抓紧床单，余光看到窗边闪过一道影，眯了眯眼，大声喊道：独孤笑，别藏了，老子知道是你，老子节操都快没了，你还不进来？躲在窗口看戏的独孤笑没有回应。你不是生气修为遇到瓶颈了吗？老子有办法帮你。谢天见白景自己在脱衣服了，吓得连声音都开始发颤了。独孤笑，你丫再不出手，老子和你绝交！独孤笑哼了一声，这才推开窗，大大方方地跳了进来。怎么帮你？白景察觉有人进来，眉眼闪过不悦，把自己的外套披在谢天身上，继而一个掌风打过。独孤笑刚站稳，冷不防后背遭了一击，被打趴在墙上。他帅气的出场不到5秒就狼狈收场了。靠，早知道白景这么厉害的跑出来作甚，作死吗？被衣服罩住的谢天无力地挣扎着，继续大喊：用冷水喷他！谢天，你自求多福吧，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哎呀，像个八爪鱼趴在墙上的独孤笑说完这句话，被白景拎着后脖子从窗口丢了出去。听到动静的谢天心底满是绝望。难道老子今天真的要失真于白景了吗？察觉白景又走了回来，谢天面如死灰地叹了口气。看到同心戒在闪，他忙讨好的和灵一商量：你上次还欠我一个愿望，我现在要用那个愿望。我的愿望是现在能动。请允许我考虑几秒。放屁！再考虑下去，老子贞操就没了。请注意你的言辞。那你就当我放了个屁。白景的手终于还是俯了上来，他握着他的手，身体贴上他的后背，那滚烫的触摸让谢天浑身打了个冷战。
谢天。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却好听的要死。谢天咬牙屈着手指。你考虑好了没有？解除惩罚倒计时，10、9、8。谢天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妈，老子好像被这个破系统和白井一块给耍了。5、4、8、7、6。靠，老子就知道。白井的手已经往下移动了，谢天气得浑身发抖。白井似是察觉到了，温声在他耳边安慰他：别怕，别怕，我会轻一点的。谢天气得连声音都沙哑了。白井，过了那条线，老子跟你势不两立。啪，裤带都松了。谢天郁闷地走回房间，心底窝着一口气。白井和谢多多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是你做错事了吧？要生气也应该是我吧？谢天还在郁闷地四处找证据。白井进门时，他正趴在地上扫描着床底。你在找什么？谢天头也不回。找衣服。白井走近，修长而有力的手掌将他拉了起来，抵在墙角。今天的事儿，你就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谢天眼珠子上下转了一会儿。这诡异的姿势是什么意思啊？老子被壁咚了。今天什么事儿？谢天打算装傻充愣。白井微微眯了眯蓝眸，低头缓缓地靠近他，灼热的气息清晰可闻。你自己说呢？谢天神经突突，心道不妙。他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气息滚烫，脸颊红润，不正常，太不正常。难道他体内的合欢散现在才起作用？这太荒唐了。谢天试图用力推开他。白井，你清醒点，我是谢天。喂，是不是明摆着鼓励他吃豆腐吗？他脑筋急转，在白井的嘴唇亲下来之前，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咬牙威胁道：白井，你敢毁老子清白，老子一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说时迟，那时快，系统发出了叮的一声。基于今天宿主谢先生违背了夫妇同居的规则，试图算计白井先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现在系统将对你处以处罚，岿然不动10分钟。还望宿主们以后要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哦。谢天傻了。什么狗屁！老子这不是还没得逞吗？既然打不过，那我跑还不行？只是为何哪都动不了？这该死的系统！白井把谢天的手摁在他的头顶，单手搂紧他的腰，附上他的唇，就吻了上来。也许是因为药物的作用，他浑身都发烫的厉害，灼热的气息侵蚀着谢天的整张脸。谢天被他吻得晕晕乎乎的，又不能反抗，没一会儿竟然跟着沦陷了。太耻辱，太侮辱人了！谢天心里叫嚣着，身心却又享受着白井给他带来的刺激和动情。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白井第一次的吻还很生涩，这回越亲越有技巧，把谢天吻的那是一个神魂颠倒，连谢天自己都不知道，后面他自己都变得主动了。啪！白井撕开了谢天的衣服，手臂用力一收，两个人一个旋转，谢天被他丢在了床上。下一瞬，白井欺身而上，指腹深情地抚摸着他的眉眼，
在他嘴边落下绵密的吻。谢天觉得自己就要疯了，眼看着他的手不安分地往下扯他的衣服，谢天吓得一个机灵，整个人恍然清醒，竭力想要反抗，奈何就是挤不出一丝反抗的力气。白景，你丫敢脱我衣服试试？白景的动作微顿，他动情的眸闪过一丝茫然。谢天以为他清醒了，心里轻松地松了口气，却不想他突然一个用力，把他当被子一样打了一个翻儿。谢天趴在他身下，心跳如擂鼓，被吓得。君若兰研究的是什么鬼药？怎么把人弄得跟个傻子似的，听不懂人话了是不是？白景，你……谢天用力抓紧床单，余光看到窗边闪过一道影，眯了眯眼，大声喊道：“独孤笑，别藏了，老子知道是你！老子节操都快没了，你还不进来？”躲在窗口看戏的独孤笑没有回应。你不是升级修为遇到瓶颈了吗？老子有办法帮你。谢天见白景自己在脱衣服了，吓得连声音都开始发颤了。独孤笑，你丫再不出手，老子和你绝交！独孤笑哼了一声，这才推开窗，大大方方地跳了进来。我怎么帮你？白景察觉有人进来，眉眼闪过不悦，把自己的外套披在谢天身上，继而一个掌风打过。独孤笑刚站稳，冷不防后背遭了一击，被打趴在墙上。他帅气的出场不到5秒就狼狈收场了。靠，早知道白景这么厉害的跑出来作甚，作死吗？被衣服罩住的谢天无力地挣扎着，继续大喊：“用冷水喷他！”谢天，你自求多福吧，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哎呀哇！像个八爪鱼趴在墙上的独孤笑说完这句话，被白景拎着后脖子从窗口丢了出去。听到动静的谢天心底满是绝望。难道老子今天真的要失真于白景了吗？察觉白景又走了回来，谢天面如死灰地叹了口气。看到同心戒在闪，他忙讨好的和灵一商量：“你上次还欠我一个愿望，我现在要用那个愿望。我的愿望是现在能动。”请允许我考虑几秒。放屁！再考虑下去，老子贞操就没了。请注意你的言辞。那你就当我放了个屁。白景的手终于还是扶了上来，他握着他的手，身体贴上他的后背，那滚烫的触摸让谢天浑身打了个冷战。谢天，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却好听的要死。谢天咬牙屈着手指：“你考虑好了没有？”解除惩罚倒计时，10、9、8。谢天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妈，老子好像被这个破系统和白景一块给耍了。5、4、8、7、6。靠！老子就知道。白景的手已经往下移动了，谢天气得浑身发抖。白景似是察觉到了，温声在他耳边安慰他：“别怕，别怕。我会轻一点的。”谢天气得连声音都沙哑了。白景，过了那条线，老子跟你势不两立。啪，裤带都松了。谢天郁闷地走回房间，心底窝着一口气。白景和谢多多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是你做错事了吧？要生气也应该是我吧？谢天还在郁闷地四处找证据。白景进门时，他正趴在地上扫描着床底。你在找什么？谢天头也不回。找衣服。白景走近，修长而有力的手掌将他拉了起来，抵在墙角。今天的事，你就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
谢天眼珠子上下转了一会儿，这诡异的姿势是什么意思啊？老子被壁咚了。今天什么事儿？谢天打算装傻充愣。白景微微眯了眯蓝眸，低头缓缓地靠近他，灼热的气息清晰可闻。你自己说呢？谢天神经突突，心道不妙。他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气息滚烫，脸颊红润，不正常，太不正常。难道他体内的合欢散现在才起作用？这太荒唐了。谢天试图用力推开他。白景，你清醒点，我是谢天。喂，这不是明摆着鼓励他吃豆腐吗？他脑筋急转，在白景的嘴唇亲下来之前，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咬牙威胁道：白景，你敢毁老子清白，老子一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说时迟，那时快，系统发出了叮的一声。基于今天宿主谢先生违背了夫妇同居的规则，试图算计白景先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现在系统将对你处以处罚，岿然不动10分钟，还望宿主们以后要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哦。谢天傻了，什么狗屁，老子这不是还没得逞吗？既然打不过，那我跑还不行，只是为何哪都动不了？这该死的系统！白景把谢天的手按在他的头顶，单手搂紧他的腰，附上他的唇，就吻了上来。也许是因为药物的作用，他浑身都发烫的厉害，灼热的气息侵蚀着谢天的整张脸。谢天被他吻得晕晕乎乎的，又不能反抗，没一会儿，竟然跟着沦陷了。太耻辱，太侮辱人了！谢天心里叫嚣着，身心却又享受着白景给他带来的刺激和动情。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白景第一次的吻还很生涩，这回越亲越有技巧，把谢天吻的那是一个神魂颠倒，连谢天自己都不知道，后面他自己都变得主动了。啪！白景撕开了谢天的衣服，手臂用力一收，两个人一个旋转，谢天被他丢在了床上。下一瞬，白景欺身而上，指腹深情地抚摸着他的眉眼，在他嘴边落下绵密的吻。谢天觉得自己就要疯了，眼看着他的手不安分地往下扯他的衣服，谢天吓得一个激灵，整个人恍然清醒，竭力想要反抗，奈何就是挤不出一丝反抗的力气。白景，你丫敢脱我衣服试试？白景的动作微顿，他动情的眸闪过一丝茫然。谢天以为他清醒了，心里轻松地松了口气，却不想他突然一个用力，把他当被子一样打了一个翻儿。谢天趴在他身下，心跳如擂鼓，被吓得。君若兰研究的是什么鬼药？怎么把人弄得跟个傻子似的，听不懂人话了是不是？白景，你……谢天用力抓紧床单，余光看到窗边闪过一道影，眯了眯眼，大声喊道：独孤笑，别藏了，老子知道是你，老子节操都快没了，你还不进来？躲在窗口看戏的独孤笑没有回应。你不是升级修为遇到瓶颈了吗？老子有办法帮你。谢天见白景自己在脱衣服了，吓得连声音都开始发颤了。独孤笑，你丫再不出手，老子和你绝交！独孤笑哼了一声，这才推开窗，大大方方地跳了进来。我怎么帮你？白景察觉有人进来，眉眼闪过不悦，把自己的外套披在谢天身上，继而一个掌风打过。独孤笑刚站稳，冷不防后背遭了一击，被打趴在墙上。他帅气的出场不到5秒就狼狈收场了。靠，早知道白景这么厉害的跑出来作甚，作死吗？被衣服罩住的谢天无力地挣扎着，继续大喊：
用冷水喷他。谢天，你自求多福吧，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哎呀我！像个八爪鱼趴在墙上的独孤笑说完这句话，被白锦拎着后脖子从窗口丢了出去。听到动静的谢天心底满是绝望。难道老子今天真的要失真于白锦了吗？察觉白锦又走了回来，谢天面如死灰地叹了口气。看到同心戒在闪，他忙讨好的和灵一商量。你上次还欠我一个愿望，我现在要用那个愿望。我的愿望是现在能动。请允许我考虑几秒。放屁！再考虑下去，老子贞操就没了。请注意你的言辞。那你就当我放了个屁。白锦的手终于还是扶了上来，他握着他的手，身体贴上他的后背，那滚烫的触摸让谢天浑身打了个冷战。谢天，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却好听的要死。谢天咬牙屈着手指。你考虑好了没有？解除惩罚倒计时，10、9、8。谢天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妈，老子好像被这个破系统和白景一块给耍了。5、4、8、7、6。靠！老子就知道。白景的手已经往下移动了，谢天气得浑身发抖。白景似是察觉到了，温声在他耳边安慰他：别怕，别怕，我会轻一点的。谢天气得连声音都沙哑了。白景，过了那条线，老子跟你势不两立。啪！裤带都松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然一道冷水从天而降，在谢天的后脑勺上浇了一个激灵。谢天闭着眼无语的道：独孤笑，你眼瞎啊，淋错地方了。独孤笑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拿着水管，听到谢天的嗷嗷声，岔开五指看了一眼，移了移水管往白景身上浇。而系统也在这时候结束了惩罚，谢天几乎是一得了自由，就立马推开了白景，捞起衣服把自己裹了一个结实。独孤笑见白景蹙眉看了过来，浑身都颤了颤，朝谢天吼道：喂，你还愣着做什么呀？等人他清醒过来揍我们吗？今天独孤笑本来听到魔界的消息，说非单身的人不能参加魔选，上次在学校他就觉得谢天和这个男人关系不正常，这不带着相机取证来了。可惜呀，相机刚刚被白景的掌风打碎了，那还是他用半年的伙食费换的呢。你偷偷摸摸跟着我做事，你那点心思瞒不住我。看在你今天帮我的份上，我奉劝你一句，要赢就光明正大的赢，在背后耍手段，就凭你这点脑子，一点用处也没有。独孤笑哼道：切，就凭你也配提光明正大呀？啊？谢天挑眉松手，半眯着眼打量他。我看你穿得这么寒酸，怕不是连自己都养不活了吧？独孤笑死不承认。切，笑话，我这是潮流，你不懂。这破冬裤都被穿得名副其实的破，还他妈潮流。谢天道：本来我还想跟你支个招，既然你不需要，那……独孤笑一愣，忙道：不是什么招？谢天的嘴角轻轻抿了一个弧度，道：哼，我认识一个医生，他身上有很多药，对你培育珍稀灵植物很有帮助。真的？独孤笑几乎都不怀疑，激动地拽着他的手臂：他在哪儿？我现在找他要去。谢天拟着他：你有钱吗？我可以用珍稀的灵植物
和他换呢？他很吝啬，只认钱。那你借我。我的钱都赔光了，你不知道？谢天咬牙切齿，独孤笑讪讪地松开手。那怎么办呀？谢天轻咳一声，走到沙发上坐下，说：哼，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得看你有没有诚心了。你想怎么样？独孤笑想了想，决定退后一步，说：大不了从今天以后，直到我选之前，我都不来打扰你。谢天挑眉，知道他是珍惜灵植物为命，也没再怎么刁难他，从桌底下抽出一张纸来，连同一支笔推到他的面前。你在上面签下你的名字，我就告诉你。独孤笑拿过来仔细看了一遍，一张白纸。就一张白纸。签了有什么用？哦，那个医生啊是个字痞，他帮人是要看字儿的。谢天说的煞有其事，独孤笑深信不疑。那我随便写2个字不就行了？他要看的就是名字。谢天继续一本正经的忽悠。真的？你爱签不签？谢天做事就要把纸拿回来，独孤笑忙抢过去，在上面认认真真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小心的折好递给了他。这可以了吧？再按上手印。这又是为何？得证明是不是本人签字。独孤笑哦了一声，恍然大悟的样子，乖乖的又摁了手印上去。谢天心里感叹呀，哎呀，这些年他忽悠的人不少，像独孤笑这么容易被忽悠的傻子还是头一个。这小子是真的一根筋啊！可以了吧？独孤笑让他看看行了没有，见他嘴角带笑，问道：你笑什么？谢天摇头，极力的把那句笑你傻给憋了回去，镇定自若的把那张纸收回来，点了点头。回去等我消息吧。孤独笑蹙眉，怎么还要等？这个医生行踪诡异，我得花时间去找。谢天不耐道：要不这样，我把他名字告诉你，你自己去找他。独孤笑立马就变得乖了起来，一副很感激他的样子。行吧，你找到了人再来联系我啊。谢天挠了挠太阳穴，点头，目光在他脸上定了定，漫不经心地问：魔界长老最近在查非单身的魔王参选人，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独孤笑离开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瘦得连衣服都撑不起来的男人，鬼鬼祟祟地站在那儿。倒也不是鬼鬼祟祟，只是这大半夜的在公园里转悠，怎么看都不正常，莫不是无家可归？独孤笑好心过去关心了一下：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君若兰置若罔闻，站在那棵树下继续啃馒头。你那个馒头都硬了吧？
独孤笑可怜地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饼干递给他：“吃这个吧，口味甜，还不腻，最重要的是管饱。”君若兰看着面前的房子，继续嚼自己的馒头。独孤笑莫名其妙地摸了摸后脑勺，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那是谢天的房子。“你是不是对那家人感兴趣啊？”他问。君若兰眼神微顿，点头。“刚刚我听到里面有动静，发生什么事了？”“哦，那个呀。”独孤笑突然严肃地看着他：“你问这个做什么呀？”“好奇。”“也是，地震防摇的，是个人也会好奇。”独孤笑并没有多想，叹息道：“也没什么大事儿，人小两口在一块儿，总免不了一点情绪嘛。”君若兰又顿了顿，淡淡道：“如此激烈？”“可不是，合欢伞都用上了。”独孤笑继续道：“嗨，不过人家是夫妇，合理合法，合理合法。就是不知道那小子怎么如此胆小，莫不是他们还没商量好谁下的问题，谁上谁下的问题。哦，也是。老男人的事情嘛。纯情的小孩表示看不懂。君若兰没搭理他，把没吃完的馒头塞回了衣服里，走了。“哎，你怎么走了呢？”独孤笑追过去，不由分说的把他手里的袋子递到他手里。“吃那也没什么营养，看你瘦的，小心饿出病来。虽然这是他今天的晚餐，但谁让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比他还可怜呢？”君若兰不领情，把他的袋子丢了回去。独孤笑不依不饶地说：“你是不是只喜欢吃馒头？不过我都俩有钱，我给你去买吧。反正他今天心情以后找到那个高人，培养出更好的珍稀灵植物，还愁赚不到钱。这么想着，旁边的人突然从他手里拿走了，似是礼尚往来，又丢给他一颗丸子，诞生道：“别再跟着我，这是什么呀？糖果。”独孤笑拿着反复看，见君若兰走远了，喊道：“这么大一颗糖果，能直接咬吗？我还没给你钱呢。”还没走远的君若兰是正无语。独孤笑一口之后就发现，浑身充满了力量，连刚刚所受的内伤都好了很多。真他妈神奇啊！次日，白景醒来，头脖子后面有些酸痛。他揉了揉太阳穴，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谢天给他吃了一颗丸子，那是他练出来的升级版辟谷丹，有强身健体的功效。那丸子里加了什么东西？他一闻就闻出来了。本以为谢天是要和他，谢天拿到了白景的手机，还相当不凑巧，看到了萧军发过来的微信。小健将，可以呀，果然不同凡响。你给的这些地方果然查到了猫腻。你猜最可疑的地方在哪？在上头村。果然是去找谢天寻仇的。不过他现在具体住在哪？但是还不能这么危险的任务，像他这么危险的任务，随时都有可能溜到人界寻仇。最近和谢天注意一点。谢天眯了眯眼睛。原来白景这几天在忙这个寻仇，我真是我的仇人吗？手机再次震动，丝毫没有心理负担的打开，看到的却是。对了我上次教你那几招，要不要谢天用了吗？结果怎么用了吗？
结果怎么样？谢天似是想到了手指往下滑，查看萧军和白景之前的聊天记录。然而这时白景突然走了过来，一时间谢天心绪翻涌，下意识地把手机藏在了身后。白景方才查到了一点线索，正要向萧军取证，也找不到手机，他进卧室本来也只是碰碰运气，但谢天的奇怪举动引起了他的注意。谢天，你背后藏的是什么东西？谢天若无其事的把手机拿了出来。我的手机？怎么？我的手机？你还想查岗？查岗是何意？没意思。谢天拿着手机假装打游戏的样子。你没事的话出去。别影响我打游戏。白景盯着他，若有所思。这时谢多多突然屁颠儿屁颠儿地手里举着手机说：“爸爸，小叔叔给你发信息来了。”谢天在心中默念。陈碧说的没错，确实不太聪明。这孩子专门坑爹。他立马做出才反应过来的样子，把手里的手机丢给白景，嫌弃地。我说怎么用的这么不顺手？原来是拿错了。白景淡淡的揭穿了他。我手机里没有游戏软件。连软件这个词都知道了。谢天大大方方的挑了个眉。难怪我还以为自己手残，卸载了呢。又面不改色的从谢多多手里在谢多多的屁屁上打了一下。你又拿我手机看剧了是吧？谢多多像条蚯蚓一样从他的手里逃脱了。我下次不敢了。哎呀，逃跑的时候比谁都快。转头看萧晨发来的信息。师兄，那个人有可能是木皇。谢天下意识扭头问白景：“你认识木皇吗？”木皇。白景看着他，你不认识？谢天认真想了想，名字是挺熟悉的。什么人？我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仇人了？想不通。白景着实有些无语。人家满心愤懑的来报仇，合着你连人家是谁都不认识。不过，谢天语气微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白景握着手机的手多了几分力。你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谢天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他的认真就藏在他的笑容，慢慢的再渗出一抹犀利的冷。白景，你是因为要调查我，才故意和我在一起的吧？白景眼里露出了一抹诧异，似是没想到他会往这方面去想。他心下斟酌了片刻，回应道：“任何对你有威胁的人，我都要了解清楚。然后呢？谢天的手撑在床上，他仰身看着白景，嘴角荡开的笑语夹杂着几许轻嘲。哼，别告诉我，你是因为关心我才这么做，平白无故的。谢天，白景冷沉的打断，神态认真。我会用行动证明。谢天被他盯得不自然，别开脸。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就是你和那个萧军的阴谋。你们早就认识了吧？合着你们合起伙来一起算计我。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哼。还没有人敢这么算计过我。白景皱了皱眉，突然俯身抓住他的下颚，在谢天以为他要放狠话的时候，猝不及防地附上了他的唇，就这么光明正大的、毫无顾忌的、胆大包天的吃了他的豆腐。当时谢天的第一个想法是，等白景的舌头伸进来，一定要把它咬断。然而不知道是白景的动作太笨拙，还是他的牙龈没放开，白景的吻并不深入，比蜻蜓点水深一点，
但也只是一点，所以在谢天想要抓狂的时候，他就已经松开他了，语气温润地说道：谢天，除了你，其他人我都不在乎。谢天的眼皮子颤了一下，不知道在想什么，下一刻又突然扯住白锦的领子，把人拉下来再亲了过去。白锦的心脏当时如兵荒马乱般乱跳，从笨拙到适应，从适应再到递进。再想得寸进尺之时，谢天别开了脸，毫不留情地把他推开了。白锦当时明白了，他看出来了，谢天刚刚是在利用他的吻找寻某种记忆，就如同上次在浴室里他亲他的时候，脑袋里也闪过了一些画面，不过那些画面模模糊糊的，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唯一能确认的就是和他接吻的时候气息很熟悉。也许那就是谢多多出生的原因。谢天擦了擦嘴角，见白锦在走神，轻轻吹了声口哨。白锦啊，怎么样？我的技术比你的好吧？瞧把你的魂儿都勾到哪儿去了。白锦正要开口说话，谢天突然往旁边轻躲，又顺其自然地窜起，跳到一边与他拉开了距离。老子确实是有魅力，但很遗憾，你这样的老子看不起，所以以后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我看陈碧就很不错，她美丽大方又能干。心里默默恶心了一把，继续道：是个当妻子的好人选。白锦的脸色瞬间阴沉的难看。所以你想把她当妻子？这哪儿跟哪儿？谢天走到玄关口换鞋，留了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之后就开门走了出去。谢天一路把玩着手机，等出了小区，后面没人跟着，这才给萧晨回了个电话。这次信号接通的很快，萧晨很快就接到了电话。师兄，我发给你的消息你看了吗？啊。谢天靠在一棵树上懒懒地问道。不过那个穆黄是谁啊？你连穆黄是谁都不知道啊？萧晨惊讶又无语。那你总该记得1年前你在伏魔山干的那件事吧？伏魔山就是穆黄的老巢，就那个传言说他不死不灭的老妖怪，你还骂过他很多次呢，说他占了你魔王的称号。在萧晨提到伏魔山的时候，谢天就已经想起来了，只是老子和他有什么仇？师兄，你毁了人家老巢啊！谢天疑惑。我毁了吗？毁了。鬼知道伏魔山是他老巢。萧晨扶了扶额说道：师兄，你好歹谦虚一点，我听说修委会的人最近也在查他。语气微顿又说道：我偷偷进了修委会的网才知道这个人是穆黄。我跟你讲，这个人是个心狠手辣的老怪物，修为深不可测，你和多多小心点吧。他说完这句话，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轻轻打了个冷战。萧晨扭头一看，顿时一愣，穆先生什么时候站在他后面去了，还站得这么近？萧晨正要和谢天说有事儿先挂了，结果发现通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挂断了。不过谢天挂他电话是常事，所以他并不感到奇怪。殊不知电话那头的谢天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气得差点跳脚。好家伙，胆肥了，连电话都敢挂了。彼时萧晨强装淡定地把手机收好，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穆先生双手插兜，后背微驼，但就算这样，他还是比萧晨高出许多，让萧晨突然感到一点压力。他倚靠在萧晨身后的墙上，眼睛并没有完全敞开，却也不是睁不开，他只是懒得掀眼皮，浑身散发着一股慵懒而又危险的气息，让萧晨不禁往后退了一步。
小孩儿，你很怕我？伴随极低的一声笑，萧晨挺了挺后背，口是心非。谁怕你？穆黄提了一下嘴皮，半睨着他，声音嘶哑地问：你和你师兄关系很好啊？都是同门师兄了，关系自然好。要是我和他同时出事，你会先救谁呢？穆先生像看小孩一样看着萧晨，连说话都带着一丝催哄，很像路上骗小孩的土匪。萧晨不是那种爱跟别人开玩笑的人，留了句无聊就走开了。只是他刚迈开一步就动弹不得了，有人用法术困住了他。不用想，那个人肯定是穆先生，因为只有他才喜欢玩这种小把戏。放开我！小二，这么暴躁可不好。穆先生一字一句地说，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盖子被他打开又关上，关了再打开，百玩不厌。回答我刚刚的那个问题。萧晨蹙眉，什么问题？下一刻他浑身一紧，整个人被一股霸道的力量转了过去，他被迫与穆先生目光相对。彼时穆先生已经含了一根烟在嘴里，却没有点燃，眼睛微眯，让萧晨对他有种邪似的错觉。他好像经常叼着一根烟，就算不抽也会叼着，那烟和寻常的不一样，凑近了闻，还有一种甘甜的气息。奇怪的烟，奇怪的人。小孩儿，穆先生微微启唇，声音嘶哑却又好听，透着一股威慑力。乖，告诉我，我和你师兄同时出事儿，你会先帮谁？萧晨怔了怔，别开脸，知道逃避不了，索性回答他：自然是我师兄。啪，打火机的声音在耳边划过一丝尖锐。穆先生点燃烟头，吸了一口，拿出来递到萧晨的嘴里，哄小孩似的说：张嘴。萧晨是咬牙切齿，你到底想做什么？穆先生似是玩够了，觉得无聊了，低头理了理衣服，说：中午我想吃蔬菜，做好了送我屋里。然后就走了。萧晨心想，所以自己收留了一个主子回来，可谁让他欠了穆先生一个人情呢？人情这件事儿啊，还得从昨天说起。昨天萧晨进入修委会的内网搜查资料，想查那穆黄是个什么来路，只是他刚进去没多久就被发现和追踪了。虽然他已经及时撤出，却还是被修委会锁定了他的大概位置。后来修委会派出修士来附近查看，得亏了穆先生高深的隐秘之术，连修委会的法器都破解不出来，这才让萧晨逃过了追捕。但萧晨疑惑的是，他进修委会的网溜达溜达也这么多年了，怎么偏偏这一次就出事儿了呢？之后穆先生把他从电脑桌旁拉起来，转过椅子往下一坐，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几下，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侵入了修委会的内网，并且还能隐身自如。萧晨自认为是电脑天才，他的攻防技术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可这些伎俩在穆先生面前犹如班门弄斧，根本上不了台面。你怎么也会？我会的东西多了，小孩，要不要拜我为师？穆先生的语气惯来的不羁。
狂妄又自恋。萧晨自觉地忽略他，笔直地站在那里看他操作。萧晨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你进修委会的内网做什么呀？穆先生抬了抬下颚：你要进去做什么呀？萧晨语气微顿，这一次入侵的机会难得，况且他已经暴露了一次，再进肯定就没那么容易了。他深吸一口气说：我想查穆黄的资料。这些天他查遍了谢天得罪过的人，和谢天最有深仇大恨而且修为诡异的人唯有穆黄一个人了。穆先生的手指顿了 0.3 秒，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低声呢喃：穆黄，你对他有意思？萧晨翻了个白眼：他是我师兄的仇人。哦，不对，是我师兄是他的仇人。最近有人向我师兄出手，我怀疑这个人是他。你很忌惮他？你没听说过他吗？他在我魔界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哦，有多厉害？厉害的有点变态。穆先生没有吭声。穆先生转了转椅子，斜挎地靠在椅背上，半仰着头看他。资料库里怎么没有你师兄的资料呀？萧晨微愣。你要看我师兄的资料做什么？他懒散地勾了勾唇，淡淡道：好奇。好奇什么呀？好奇他有这么多仇人。穆先生在这边住了1个多月了，自然也见证了不少谢天以往的光荣事迹。萧晨不敢议论谢天的不是，随口敷衍道：你还是别好奇了，我师兄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打探他的隐私。小孩儿，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点好奇吗？穆先生突然说道，他的眼睛里总好似覆盖着一层薄冰，散发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冷漠。哪怕他嘴角噙着笑意，但那种笑能让人不寒而栗，就像密密麻麻的针眼一样朝你逼过来，无形之中扎得你千疮百孔。萧晨第一反应是以为穆先生在试探自己，毕竟他确实在私底下查过他。不过结果不言而喻，他查不到关于穆先生的任何资料。我为什么好奇啊？再说了，你不过是在这里借住一段时间而已。萧晨口是心非地说道。穆先生挑挑眉，从转椅上站起，一步一步走近他。他下意识地后退，直到后面再无路可退，穆先生也再没靠近。他只是在离萧晨不到1尺的地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语气慵懒道：小孩儿，我以前修的是正道，我的根在正道。你想知道我是谁，不妨从那里查一查。萧晨第一次感觉到腿软，眼前的这个男人真的很强大，他连自己做过什么都一清二楚。思及至此，萧晨对穆先生的身份更加的困惑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穆黄呢？如果他真的是穆黄，那他为什么要帮他掩护呢？如果不是，他又是哪里来的大人物？百思不得其解。谢天搬了一箱啤酒回来，倒不是他刻意买的，路上有人推销，他寻思着不知道买什么，送到手里的索性就搬回来了。谢天叹了口气，走向电梯。哎，我再去买点东西。话说一半，被白锦抓住了手。你要买什么？买菜。冰箱里有。这不是又来客人了吗？谢天对萧军轻微的颔首，哼笑道：这么重要的贵客，咱可不能怠慢了，不是吗？
萧军听着谢天的话，这怎么觉得这话凉飕飕、酸溜溜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在谢天头上种草了呢。白景蹙眉，正要说话，却被谢天打断了。你们的关系我不想知道，咱现在井水不犯河水，放手。谢天说完，见白景依旧纹丝不动，便用力拽出了自己的胳膊，潇洒地走了。对付白景这种木愣子，只有气势上来才占优势。这谢先生怎么了？怎么感觉他在吃醋呢？电梯合上的时候，谢天听到萧军说了这么一句话，谢天无语，差点想冲出电梯去揍他一顿。笑话，我堂堂一个英俊潇洒的魔修，会吃他白景的醋？天大的笑话！等把自家大门打开，一股浓浓的酒味侵袭而来。谢天走进客厅，看到萧军和白景几乎把他买回来的一箱酒给喝完了。白景那货一看就是个身手啊，此时喝的是两颊红晕晕的，抛开平时的正襟危坐，斜挎的倒在沙发上。反观萧军呢，他正打算毁尸灭迹，想用灵力换回他的清醒，结果看到谢天走进来，登时收回了手。那个白景先生啊，说要喝酒，我这也拦不住。既然谢先生回来了，那就交给谢先生了啊。萧军把责任推脱完，哈里哈气的逃走了。正摇头叹息间，谢天眼前突然一黑，白景就扑到了他的身上，像个八爪鱼一样，差点被白景压死。白景，你丫干什么？哟，白景是含糊不清的笑了笑，两手笨拙的扭扭捏捏的。谢天，你往前一步，我往后一步，你出左脚，我出右脚。谢天都要疯了。靠，没看错吧？这家伙特么是在耍酒疯？撒酒疯的白景正抓着谢天的手，自己在转圈圈，那呆萌调皮的幼稚的样子。3岁啊，不能再多了。谢天就任由他玩吧，确定他智商直线下滑了之后，嘴角勾起了一丝邪魅的笑。白景，想不想玩更刺激的？白景眨了眨眼，点头，再点头。哎呦，像极了乖巧的小媳妇儿。谢天对他的态度非常的满意，在他的脸上使劲捏了捏。白景皱了皱眉，吓得谢天一个机灵，立刻又跳开。谁知白景皱眉只是因为被捏疼了不开心，丝毫没有要干架的意思，站在那儿还委屈的像个孩子。绝对2岁不能再多了。白景不知如何松开了绳子，在谢天闭眼喘息的短短几秒时间里，突然欺身而上，把他圈固在自己的腋下，泛着蓝色的双瞳盯着他瞧。谢天浑身一哆嗦，下意识的手撑在地板上，心想他要是敢低头，自己就用额头功，大不了同归于尽。然而最后白景什么也没干，他就是俯视着谢天，仔仔细细的瞧，像在欣赏一个奇怪的物件一样。当时谢天的心态差点就崩了。白景喝醉了，虽然神志不清，但他此时赤裸着上身呢，还他妈以这种羞人的方式把他压在身下。他不是不反抗，只是白景这货神志不清了，却还记得如何使用法术，这不被他给定身了吗？哎呀！谢天，别叫我名字。小天天。靠！谢天眯着眼，故意吼了一句：“离我远点儿！”白景被那一声吓得不轻，身体后仰了一些，待他不说话了，又开始凑近观察他。谢天都要疯了。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
他逼着自己露出了友好的笑容，声音温温地哄他：小景景，乖，先解了我身上的定身术，哥哥给你玩更刺激的，好不好？白景眼睛一眨：什么是定身术？有一股无力感从谢天的心头升起，他咬着牙龈忍了一会儿，再次挤开了僵硬的笑容。乖，先从我身上走开好不好？白景摇头，那么突然直接压在了谢天的身上。谢天攥紧拳头，咬牙切齿道：小景景，别闹，先起来！白景盯着近在咫尺的谢天，眼睛茫然地眨了一下。动不了了。谢天在心中无语地吐槽：他妈老子是让你给老子解定身术，不是让你自己把自己定住。他无语地翻着白眼。就白景这智商，谢多多一定是他的亲儿子。谢天被白景压着，两人他妈还真的就相互看了几十分钟。而后白景打了个哈欠，趴在他身上睡着了。不过啊，白景这货长得是真他娘的好看，眼睫毛又黑又长，冷漠的时候是酷，无辜的时候可爱至极，像极了一个小妖精。谢天试图动一动，奈何无果。他低下头看着童心姐：你有办法让老子动一下吗？系统回复：现在不是我的工作时间，我有权利保持沉默哦。那你倒是默呀。就这么僵持着啊，又过了10分钟。谢天问道：系统老兄，你帮我解开，下次我一定好好完成你嘱咐的工作。系统回复：我的工作是让你们培养感情，让多多小朋友有个完整和睦的家。目前宿主的行为非常有利于我的工作哦。下一秒，系统突然炸道：这么好的便宜不占，我他妈傻了吗？注意言辞。啊，被宿主传染的哦。时间慢慢又熬过了一个艰难的10分钟，谢天觉得浑身都麻痹了。系统老弟，你他妈长得真丑。系统愣了一下。请宿主注意言辞哦。谢天挑眉：有本事你惩罚我呀。系统在心中默念：沉默，沉默，沉默。谢天也在心中默念了10秒，在第11秒的时候，他感觉到手可以动了，只是他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动作。他就这样静静的、无语的，十分抗议，最后不得不认命的看着自己的手缠上了白景的腰。此时腹黑的系统在心中暗想：总算有个借口惩罚这个傻子了。也不知道这定身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准备也睡一会儿，然而这时耳边却突然传来了一道熟悉的低嗓：谢天，你在做什么？哎呀，我的妈！谢天睁开眼，仿若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用力地抱了抱白景，道：你清醒了，你终于清醒了，还愣着做什？赶紧帮老子解开啊！白景眼底的茫然还未退尽，他低头往下一看，声音嘶哑道：谢天，是你在抱着我。谢天立马放松了力度，瞪圆眼睛：什么叫我抱着你？我这是被逼的，我被你下了定身术。他吼完还特别用了一下力，以正清白，结果他的手丝毫没有障碍的拿开了呢。谢天，白景，这鬼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两人对视，对视，再对视，谢天差点想发誓以证清白了。明明是无辜方啊！
现在自己却要语无伦次的解释。白景，这确实不是老子主动的。不对，你他妈是不是故意借着发酒疯戏弄我？对，就是这样。特么你还和系统串通一气，捉弄我。白景没说话，他别开眼，深吸了一口气，准备起身。刚刚谢天说的那些，其实他脑子里也有一点印象的。他略略疏通浑身的脉络，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这是中了反灵术。想到此，他耳朵像被火烤过一样，一片通红。刚刚他不会对谢天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吧？白景看了看谢天，又看了看自己。谢天衣服完好，反倒是自己被脱了上衣，看起来像是自己吃了亏，于是暗暗松了口气，手往旁边一抓，正要套上外套。然而他的衣服还没穿利索，余光就瞥到了谢天腿软跌倒，下意识伸手，很顺手的就揽住了他的腰，把他带进了自己的身前。谢天此时在心中疯狂地骂着脏话。刚刚他被白锦这货压得太久，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还没站直，他这腿软了一下，差点又给跌回去了。下意识的他伸手就往白锦的身上一抓，而白锦也伸手揽住了他的腰。这该死的默契就这么该死的成了。谢天终于找到了证据，证明不是自己先主动的，有手机视频为证嘛，他最无辜不过了。只是他忘了视频录制之前欺负过白景的那一段，而白景呢则直接忽视了后面的那一段，把前面的事情拿出来说事了啊！你把我绑在这上面。白景坐得端正，像极了师傅审视徒弟般威严周正。谢天半睨了他一眼，看到视频里自己是怎么哄骗白景，然后把他绑上转盘的，这心虚倒不至于，反倒是还挺欣赏的，笑了笑。还别说，白景，你傻的时候是真傻。白景淡淡的关了视频，说：我被下了反灵术，刚才的我才2岁的智商。言外之意是自己被2岁的孩子玩得如此狼狈。谢天噎了噎，嘴角依旧噙着笑，像看孩子般盯着他，说：我觉得你傻的时候比较可爱，你看看你，整天穿戴整齐，严肃的跟个老头似的，脸上的表情就差别人欠你几千万似的，累不累？白景没讲话，他也看着谢天，淡淡的反问了一句：你喜欢这样的？谢天登时被问倒。谁他妈喜欢一个傻子？白景回应他的眼神里也有了答案。所以自己还是严肃一点比较好。第二天，谢天趁着白景在书房里处理他的事务，提气、运气、默念口诀开始打坐。不久，胸口隐隐有种燥热，像烧了团火一般，浑身都开始冒着热气。这道气息最熟悉不过了，每当灵根升级就要突破的时候，身体的四肢百骸就会像充气了般膨胀出热流，用以滋生灵根，提升灵力。要知道，修为越高，后面想升级就越难了，时间也会更久。结果他来这边才1个多月，连升了3级，太不可思议了。是不可思议，以前他没少来人界，他确定以及肯定人界的灵气非常的稀薄，非但不适合修炼，甚至可能对修为的提升造成阻碍。如今他这修为提升的这么快，肯定与最近的经历的一些事儿有关。难道是和同居令有关？谢天没时间细想，因为体内的这股力量还不够稳定，他运气控制住，打坐稳固那道气息。等稳住了那道气息，谢天收手，直接往后面一躺，手肘交叉枕在头下，继续刚才的深思冥想。
莫不是真是因为同居的关系？管他呢，下次找一对被罚同居令的人来问问就好了。再不济，直接找白景打一架试试就知道了。这样一想，谢天如茅塞顿开，心情大好。谢天走到小区门口，碰到买早餐回来的肖军。哟，这不是肖组长吗？谢天懒懒地吹了个口哨，眼角往他的早餐袋子垮了垮。肖组长胃口这么大，吃这么多？肖军保持45度的标准笑容，避而不答。谢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呢？你笑得这么假，又丑，不累吗？你和白景一起算计我的事我都知道了。还没有人敢这么算计我。谢天说的懒散，像黑社会老大准备欺负小孩似的。肖军掩嘴轻咳，以为他说的是昨天那事儿。这谢先生，这是你们的家事儿，我一个外人不好管，而且说算计就难听了。撮合你们夫妇感情是我的工作，特殊时期特殊方法特殊对待嘛。况且昨天的事情是你策划的？谢天突然眼色微沉。肖军仿佛听到脑袋里咔嚓一声传了过来，然后思绪短路，懵了。那什么，你听错了。他刚要溜，被谢天抓住了后领口。别着急走啊，把话说清楚些。说什么呀？说你和白景怎么狼狈为奸设计我。谢先生，狼狈为奸不是这么用的。哦，那就是同流合污。肖军惜命地挣脱了他的手，后退2步说道：哎呦，绝对没有的事儿。我的父亲和太医门的掌门有点交情，他拜托我多照顾一下你们而已。谢天庆贺。哼，果然是狼狈为奸。肖军觉得再被谢天拷问下去，保不齐会把白景出卖了，到时候他就里外不是人了。思来想去，走为上策。谢先生，我就不打扰你办事了，我还有事儿。肖军认真地应付完谢天，去了一处没人的地方，给白景打电话，自然是要把这一切告诉他的。汇报完后，肖军难免一阵语重心长啊。肖晶晶呐，你之前到底有没有按我教给你的方式出击呀？还是说你出击的方式过于隐晦？我怎么琢磨着谢天好像压根儿看不出你喜欢的是他呢？他刚刚还怀疑我和你是那种关系，是不是侮辱人的嘛？白景没说话。小晶晶，为了你我的清誉啊，我觉得你应该要更直接一点。不过你开始用我给你的招数了吗？电话那边嘟嘟嘟嘟，肖军气得想骂娘。哎呀，这小两口一定是上天派给他最大的考验。算着时间，谢天正要去找肖军问话，脚边被人丢了颗石头过来。谢天转了个身，竟然是君若兰。他有种不好的预感。你在找这个？君若兰竖起拇指，转了转那枚红金石般的指环。想要？那个大名鼎鼎的反追踪神器无踪，原身竟然是一枚指环，真是务不可貌相。谢天眉脸松散，漫不经心道：想要？你会给？可以。君若兰说：今天收拾东西和多多一起，我带你们回家。谢天抱着臂懒懒地靠在旁边的大石头上，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你这么着急回家，到底想做甚？无可奉告。那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和多多一起？无可奉告。你他妈就只会这一句？君若兰淡淡提眉。
与你无关。果然换了一句。谢天满脸黑线，他轻挠太阳穴，问：你想好什么办法应对修委会了吗？老子和他们可是签了同居令的，就算咱手中有无踪可以反追踪，但要是因此得罪了修委会，咱可就算把正魔两派都得罪了，到时候……君若兰打断他：你的意思？再多给我几天时间，我有办法说服白景放弃这段关系。不过……谢天的目光在他手上的无踪指环上一定，我需要他帮我隐藏踪迹。先把他骗到手，回去就带着谢多多逃跑，届时等他参加魔选当上了魔王，还怕个屁的修委会呀！君若兰眼神冷淡。谢天，谢天故作思考，一会儿伸出手掌，又伸出另一只手，食指中竖起一个一形。1周？太久。那6天半？5天。谢天默认了，君若兰把无踪指环摘下，递给了他。谢天没想到这个神器来得如此容易，他不可置信般的伸手接过，戴进自己的拇指上，依然觉得有几分不真实的感觉。直到君若兰淡淡的声音再度飘过来：5天后还是这个地方，给你解药。谢天愣了2秒。什么解药？君若兰已经转身走了。指环里有毒。谢天险些气得跳脚。你倒是说什么毒？君若兰道：7日夺命散。那就是说有7天的时间。第5天开始发作。特意停顿了一下。它可以让你痛不欲生。操！谢天郁闷地走回家，刚进门，一个小团子就扑过来抱住了他的大腿。爸爸，你可算回来了。我出去了一下，你这么激动做甚？说着似是闻到了什么香味儿，他循着味儿看到餐桌上摆了许多道菜，菜色丰盛，琳琅满目，催人口水直流。爸爸，谢多多指着餐桌软绵绵地说：爹爹做了很多菜哦，爹爹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的。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多多的小肚肚都饿扁了。谢天心中诧异，这是白景那货做的？想了几秒，他记起来了，白景早上确实下单买了不少材料回来。白景似是听到了声音，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腰上还缠着围裙。很难想象一个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飘逸的男人，会有一天缠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他的衣袖随意地挽起，再打了一个小结，并不比他上次帮他扎的好看到哪儿去。上面还挂着一些水珠，围裙上也溅了不少水，还沾着不少菜叶，连他的发尾都挂着水，额头上闷着细汗。不过就算如此，他一身笔直地站在那儿，面容淡定，冷而金贵，丝毫不让人觉得有丝毫狼狈之感。回来了，白景说。他取下围裙，饭菜已经做好了。谢天淡淡地收回视线，咽了口唾沫。你这做的能吃吗？白景说道。试试不就知道了。谢多多仰着头再次重申。爸爸，一起吃吧，多多饿了。谢天在他的头顶弹了一指。你想吃就去吃吧。好的。谢多多得了准话，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去，抓着桌角慢慢地爬上椅子，手抓起一只鸡腿，乐滋滋地吃了起来。第一口竟然没有吐出来。
谢多多吃的是津津有味，还不忘对谢天和白锦招手：“爸爸、爹爹，你们快来吃呀，好好吃的。”黑暗料理的始祖竟然能做出如此美食，真他妈神奇了。谢天正要过去，但想到和君若兰的约定，脚步却硬生生的停了下来。都快要走了，还是别给白锦这货太大的希望了。一会儿吃了他的饭，还得欠他一顿人情，到时候剪不断，理还乱。我在外面吃过了，你们吃吧。谢天说完，转了脚风，回了房间，没理会后面一大一小的注视，把门关上。他拿起手机给萧晨发了条微信过去：“帮老子查一下，以前的夫妇都是怎么结束同居令的关系。”没一会儿，萧晨回复了：“师兄，你终于下定决心了。”谢天回道：“要对方主动提出。若是我主动提出，就得废修为，到时候还怎么参加魔选？”几分钟后，萧晨发来消息：“师兄，我查到了，若是想对方主动提出解除关系，必定是对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这里有一个案例，男方出轨，被妻子当场抓了个现行。这个行为呢，修委会里有明确规定，是要受罚的。可能是考虑到这一层，所以他的妻子没有上报，两人选择私下和解离婚。”谢天挠了挠额头：“这个方法不行啊！白景对我情比金坚，怎么可能背叛我？”萧晨又说道：“哎呀，我还没说完呢。后来呢，发现男方的奸情是他妻子故意设计的，所以不行。”2秒后，萧晨说道：“你试过了？”“啊，那用药？”“没用。”萧晨都惊了。那个师兄啊，这么好的男人，哎呦，要不你就从了吧。”又过了一会儿，萧晨回复：“不过还有一个办法。”谢天打了个问号。萧晨回道：“你做一件对不起他的事情，然后呢，把这事儿捅到修委会那儿去，由修委会判定你们解除关系。不过这样的话，你可能要接受惩罚。”“什么惩罚？”“目前还没有先例，我查不到。”他倏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不是有个现成的君若兰吗？然而，谢天还是失算了。君若兰自那天来过一趟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这个人行踪飘忽不定，神出鬼没的，想找到他，他妈的只能靠运气。找不到他就算了，反倒这几日白景的行为也奇奇怪怪的。这几日白景总是变着法儿的做各种好吃的，除了各种菜式，还有沙拉、蛋糕、汉堡、意面、炸鸡等等，把谢多多养得跟只小肥猫似的，差点没吃出肠胃炎来。所以白景这几日到底受什么刺激了？不然怎么好端端的，为何找活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什么活都抢着做？他献殷勤倒是没什么，偏偏那杀千刀的破系统看到白景如此勤奋，时不时发起任务也把老子拉上，这他妈算什么事儿？于是这几天谢天对白景的态度很不好，对此白景颇有些郁闷。萧军的消息里说，追人先追胃，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这几天小程序上的食物他几乎都尝了一遍，换来的不是谢天一副看神经病的眼神，就是他对他无语的懒得搭理。那些食物呢，他是一个也没尝试，反倒因为谢多多吃多了闹了几趟肚子，谢天对他很不友好，还威胁道：“白景，你要是再敢上厨房，老子跟你没完。”萧军的第二招，想要吸引男人的注意啊，就得让他觉得你对他好，有价值，让他最后离不开你。
后来呢，白锦就承揽了家里所有的活儿，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告诉谢天，以后有他在啊，家务活我可以全包。哪料系统突然横插一脚，把谢天也牵连进一堆家务活里来，搞得谢天现在巴不得离他能有多远就有多远。得知这些招数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自称情圣的萧军也很苦恼。小姐姐，在做这些事之前，你好歹解释一下，不然，我的意思是，谢天他神经大条的，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细腻。白锦冷冷的提眸，我这里还有一招。萧军挺直腰板道，这既然普通的方式不行，那就色诱。白锦愣住了。明日就是与君若兰5日之约的最后一天。谢天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头下，认真的在深思冥想。他在想，明天要不要干脆把白锦打晕，然后带谢多多直接投奔君若兰。该睡了。白锦走进房间，在他旁边躺下。谢天懒懒地嗯了声，继续盯着天花板。多多那瘦小子呢？他今天想一个人睡。白锦说着，已经侧身正对着谢天。谢天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一丝怪异，缓缓地转过头去，一时的无语像万马奔腾般在他眼里闪过。此时的白锦衣襟敞开，几块腹肌直接露出来，一块块硬邦邦的，高调地彰显着男人的骄傲。这家伙肩宽腰窄的身上没有一丝赘肉，身材真的娘的好呀。白锦呼吸的浅，腹肌清浅的上下起伏，总让人忍不住想要上去摸一把。谢天的喉咙滚了一下，冷眼对上他的视线。现在又想怎么着？白锦眨了眨眼睛，忽然缓缓坐起，一只手支着脑袋靠在床头，一只脚平放在床，另一只脚屈起膝盖，剩下的那只手随意地搭上去。说实话，就白锦这种姿色，不管什么动作都好看，尤其现在他俨然一副摆 pose 的模样，不羁中又透着金贵和高冷，确实真他妈的帅。大半夜之后在这里袒胸露背的摆 pose， 想做甚？谢天还烦着呢，看到白锦这货更加心烦，索性换了地方继续冥思苦想，眼不见为净。然而就在他要起身走的时候，一道黑影突然遮住了灯光。谢天回头，只觉得一阵风扫来，接着手腕就被扯了一下，整个人被白锦扑倒在床上。操！当时谢天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他妈这货是不是又吃合欢散了？两人的脸近在咫尺，白锦的脸颊微红，气息微乱，扑打在谢天的脸上，散开一阵温热。这怪异的姿势让两人都安静了5秒钟。谢天目光挣扎地从他的脸上穿过他的喉咙，落在他的腹肌上，喉头不由得再滚了滚，抬眸对上他的眼睛，以一种不可置信却无法说服自己不信的态度，咬着牙问：白景，你丫是不是偷吃我放在抽屉里的合欢散了？白景脸色不见丝毫的愧疚和困窘，语气沉静而温和。谢天，我喜欢你。谢天欠揍的扯了扯唇角。所以呢？白景怔了1秒，继续说道：只是想让你知道。谢天无语了。是他妈还需要亲口表达吗？更何况，你他妈知道什么是喜欢吗？谢天问。白景似是被他问倒了，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什么是喜欢？
这倒没人告诉过他，当时是萧军看出他的状态，并猜测得出的肯定的结论。况且他对谢天并不讨厌，所以便认定了自己是喜欢谢天的。若不然，为何他唯独会对谢天如此感兴趣呢？喂，你他妈想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谢天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虽然他的修为不及白锦，但他可不是一个轻易任由欺负的人。这样想着，他正要推开白锦，冷不丁又被白锦用力压住。再然后，眼前黑压压的，唇上一片冰凉。他妈白景之火又来啃我的嘴巴！白景，你他妈！谢天说的含糊不清，在他准备踹他下面的时候，白景倏地又松开了他，语气认真地问：这就是喜欢？谢天被无语定格了足足有3秒钟，而后他炸毛了。这是个屁的喜欢！你他妈就是色老子的眼！不仅色我的，还色陈碧和萧军。操，简直是渣男的模板！再说，就算你喜欢老子又怎样？老子不喜欢你，你就是死皮赖脸的缠着我，老子也不会屈服。白景愣住了，谢天死死地瞪着他。老子再给你1秒，现在立刻马上从老子身上滚下去！白景的眼色闪过一丝异沉，他突然凑近，眉眼清冷，修长的手指捏着谢天的下巴，丝毫没有方才的柔和，仿佛谢天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让他的柔色侵袭皲裂，只剩下一片冷色和阴雾。谢天，这种话不要让我再听第2遍。白景的声音阴哑低沉，透着磁性。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从我身边离开。萧军的消息里说，追人先追胃，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这几天小程序上的食物他几乎都尝了一遍，换来的不是谢天一副看神经病的眼神，就是他对他无语的懒得搭理。那些食物呢，他是一个也没尝试，反倒因为谢多多吃多了闹了几趟肚子，谢天对他很不友好，还威胁道：白景，你要是再敢上厨房，老子跟你没完！萧军的第2招，想要吸引男人的注意啊，就得让他觉得你对他好，有价值，让他最后离不开你。后来呢，白锦就承揽了家里所有的活，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告诉谢天，以后有他在啊，家务活我可以全包。哪料系统突然横插一脚，把谢天也牵连进一堆家务活里来，搞得谢天现在巴不得离他能有多远就有多远。得知这些招数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自称情圣的萧军也很苦恼。小姐姐，在做这些事之前，你好歹解释一下，不然，我的意思是，谢天他神经大条的，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细腻。白景冷冷的提眸，那个我这里还有一招。萧军挺直腰板道：这既然普通的方式不行，那就色诱。白景愣住了。明日就是与君若兰5日之约的最后一天，谢天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头下，认真的在深思冥想。他在想，明天要不要干脆把白景打晕，然后带谢多多直接投奔君若兰。该睡了。白景走进房间，在他旁边躺下。谢天懒懒地嗯了声，继续盯着天花板。多多那臭小子呢？他今天想一个人睡。白景说着，已经侧身正对着谢天。谢天后知后觉地
察觉到了一丝怪异，缓缓地转过头去，一时的无语像万马奔腾般在他眼里闪过。此时的白锦衣襟敞开，几块腹肌直接露出来，一块块硬邦邦的，高调地彰显着男人的骄傲。这家伙肩宽腰窄的身上没有一丝赘肉，身材真的娘的好呀。白锦呼吸的浅，腹肌清浅的上下起伏，总让人忍不住想要上去摸一把。谢天的喉咙滚了一下，冷眼对上他的视线。现在又想怎么着？白锦眨了眨眼睛，忽然缓缓坐起，一只手支着脑袋靠在床头，一只脚平放在床，另一只脚屈起膝盖，剩下的那只手随意地搭上去。说实话，就白锦这种姿色，不管什么动作都好看，尤其现在他俨然一副摆 pose 的模样，不羁中又透着金贵和高冷，确实真他妈的帅。大半夜之后在这里袒胸露背的摆 pose， 想做甚？谢天还烦着呢，看到白锦这货更加心烦，索性换了地方继续冥思苦想，眼不见为净。然而就在他要起身走的时候，一道黑影突然遮住了灯光。谢天回头，只觉得一阵风扫来，接着手腕就被扯了一下，整个人被白锦扑倒在床上。操！当时谢天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他妈这货是不是又吃合欢散了？两人的脸近在咫尺，白锦的脸颊微红，气息微乱，扑打在谢天的脸上，散开一阵温热。这怪异的姿势让两人都安静了5秒钟。谢天目光挣扎地从他的脸上穿过他的喉咙，落在他的腹肌上，喉头不由得再滚了滚，抬眸对上他的眼睛，以一种不可置信却无法说服自己不信的态度，咬着牙问：白景，你丫是不是偷吃我放在抽屉里的合欢散了？白景脸色不见丝毫的愧疚和困窘，语气沉静而温和。谢天，我喜欢你。谢天欠揍的扯了扯唇角。所以呢？白景怔了1秒，继续说道：只是想让你知道。谢天无语了。这他妈还需要亲口表达吗？更何况，你他妈知道什么是喜欢吗？谢天问。白景似是被他问倒了，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什么是喜欢？这倒没人告诉过他，当时是萧军看出他的状态，并猜测得出的肯定的结论。况且他对谢天并不讨厌，所以便认定了自己是喜欢谢天的。若不然，为何他唯独会对谢天如此感兴趣呢？喂，你他妈想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谢天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虽然他的修为不及白锦，但他可不是一个轻易任由欺负的人。这样想着，他正要推开白锦，冷不丁又被白锦用力压住。再然后，眼前黑压压的，唇上一片冰凉。他妈白景之火又来啃我的嘴巴！白景，你他妈！谢天说的含糊不清，在他准备踹他下面的时候，白景倏地又松开了他，语气认真地问：这就是喜欢？谢天被无语定格了足足有3秒钟，而后他炸毛了。这是个屁的喜欢！你他妈就是色老子的眼！不仅色我的，还色陈碧和萧军。操，简直是渣男的模板！再说，就算你喜欢老子又怎样？老子不喜欢你，你就是死皮赖脸的缠着我，老子也不会屈服。白景愣住了，谢天死死地瞪着他。老子再给你1秒，现在立刻马上从老子身上滚下去！白景的眼色
闪过一丝异尘，他突然凑近，眉眼清冷，修长的手指捏着谢天的下巴，丝毫没有方才的柔和，仿佛谢天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让他的柔色侵袭皲裂，只剩下一片冷色和阴雾。谢天，这种话不要让我再听第二遍。白锦的声音阴哑低沉，透着磁性。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从我身边离开。经过这一次的事情，谢天充分地意识到了白锦的危险，必须尽早和他解除关系，否则那天不小心肯定会节操不保。他给君若兰发了一段密音，让他亲自到家里来一趟。约莫半个小时之后，君若兰上门。义父，谢多多一看到君若兰，哒哒哒的就跑过去要抱抱，然而在那之前，有一只手抓住他的后领，把他拉了回来。多多，你刚刚喊他什么？谢多多不假思索地回答：爹爹，这是多多的义父呀。白锦的冷眸掠过君若兰的脸，定在谢天的脸上，冷肃的眉眼间不动声色地散发着淡淡的压迫力。谢天避开与他对视，轻咳道：上次我记错了，重新介绍一下，这位是君若兰，是我的未婚夫。又挽起君若兰的一只胳膊，指了指白锦：这个是多多的爹，和我在执行同居令。不过君君，你别误会，等同居令一结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君君。君若兰面无表情地表露着嫌弃，把手抽了出来。谢天心中暗骂：真是个木头，他妈连秀恩爱都不会。看到两人突然亲密的动作，白锦眉峰微凛，眼神凉凉地看着谢天，似在隐忍着几分薄怒。谢多多还在他手里被拎着呢，衣领拴着脖子，差点喘不过气来，蹬着四肢求助谢天：爸爸，多多难受。白锦听到谢多多的委屈的声音，这才松了手。谢多多一得了自由，立马跑去抱住了谢天。刚刚爹爹发怒的样子，太恐怖了。君若兰倒是丝毫不受影响，自若地走到客厅的沙发落座，而白锦他面无表情的时候，本就有几分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这会儿更是冷厉的有些吓人。他收回在谢天脸上的视线，不吱一声，也举步往沙发处走，倒是没人搭理他谢天了。谢多多歪着头拉着谢天的手袖：爸爸，爹爹怎么怪怪的？谢天用脚趾头踢他一下：想不想挨揍？谢多多缩着脖子摇头摇头：那还不赶紧回你房间去？谢天把他往楼道口轻轻推了一下，正要走去沙发，君若兰抬眸看了他一眼：这里我可以解决，你不用操心。谢天眼角微抽，心下道：谁要操心你？老子操心的是能不能刺激白景主动提出解除同居令。这是我们一起的事，让你一个人面对不合适。谢天坐到君若兰旁边，温和地关心她道：你看看你，都说了不能总吃馒头，你看把你瘦的。君若兰眼角抽了抽，白景抬头，目光如晦地看着谢天搂在君若兰胳膊上的手，瞳孔微眯，似有一道寒光要射出剑来。对面的两人并未察觉，君若兰不习惯和人触碰，想把手抽回来，却被谢天抓得更紧了。谢天眼神传话：没有老子，你一个人对付不了白景。君若兰面无波澜地把他的手拿开，开口道：我自己可以解决，你在这里只会妨碍我。
谢天继续厚颜无耻道：“我知道你舍不得让我当坏人，但我也舍不得让你当坏人，不是？白景，我都说过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你看你又不信。”爸爸、姨父，你们在干什么呀？谢多多歪着头，大半个身子躲在楼梯的扶梯后面，一脸好奇状。君若兰干脆地嫌弃谢天：“你别在这里碍事。”谢天看都这样了，那就只能站起来了，视线在白景的脸上转了一圈。这小子平静的跟个无事人一样，还在津津有味地品茶。他妈看不出来我在给他戴绿帽子还是咋地？刺激白景的计策无果后，谢天走到玄关口，把谢多多捞起来领回房间。好好在房间里待着，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出来，否则棍子伺候。与此同时，客厅内，君若兰吃完了手里的馒头，淡眸抬起：“今日来，我会带谢天和多多走。”白景不紧不慢地撸了撸茶杯，淡然自若：“那便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君若兰扫过他的茶杯，眼底闪过一丝波澜：“你破解了我的毒。”白景放下茶杯，举止间尽显金贵，徐声道：“无聊学来的，不算什么。”自己最拿得出手的本事被破，君若兰也没有多大的情绪，她的手规矩地放在膝盖处，又仿若是习惯而为之，做得笔直，跟个木头似的，没有不屈不挠的态度，因为她似乎也没把白景放在眼里。你应该知道，谢天是我的未婚夫，我们结婚是迟早的事儿。君若兰又道：“哼，那倒未必。”白景抬眸看他，静默的瞳孔里投放出一抹唯我独尊的霸气，开口却是轻描淡写的语气：“谢天只能是我的。”仿若在阐述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轻狂而又霸道。哪怕就算现在谢天还不承认这段关系，甚至还想着逃避，但在白景眼里，谢天迟早都会是他的人。两人的谈话陷入僵局，他们平静地坐在那儿，波澜不惊，相安和谐。然而客厅里的大大小小的物件，早在不知不觉间却被他们用意念直起。不过一会儿的时间，除了两人坐着的方框空间，客厅其他地方已经是一片狼藉。楼下突然传来一声轰的爆响，伴随着猛烈的地震床摇，谢天下意识地把谢多多拉过来护在身下。等那阵晃动平息了，他咬牙丢了句“擦”，毫不留情地把谢多多丢出去，气冲冲地开门走出去，把谢多多反锁在里面。你他妈是不是又把房子拆了？谢天狮子开口一声吼，吼完才发现，哼，干，那两个杀千刀的已经把房子给拆了，而始作俑者还知道给自己腾个地啊，安好无恙地坐在沙发上，依旧是面对面地坐着，彼此的衣服干净利落，该啃面包的啃面包，该喝茶的继续喝茶，好似周围一切发生的都与他们无关。你们两个难道不应该解释解释？谢天叉腰，咬牙切齿。君若兰把欠条拿出来，摊平放桌面。谢天，只要你把钱还清，我们的婚书现在就可以结。谢天傻了，你是老子找来的帮手吗？才过了多久就开始打退堂鼓了？闻言，白景蹙眉抬头，语气平淡道：“刚刚这一点你没提。”君若兰回复他：“提了你也没钱还。”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说，丝毫没把谢天放在眼里。谢天一时更加气愤，他正要剑拔弩张的发言，又听到白景说了句：“那穷无极可不是白给的。”谢天傻了，合着君若兰就是被这穷无极给收买了？他妈老子连这个小小的穷无极都不如，算不上白给，那个用来抵谢天一命。君若兰的视线在谢天身上一定，补充道：“我同意解他身上的毒，但不代表他不用还钱。”谢天在心中吐槽：“哦，用穷无极来换我的性命，倒也算是送得其所。”白景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钱，我来还。”君若兰淡淡抬眸，缓缓伸手。白景若无其事地看了谢天一眼，袖口下的手指屈了屈，厚脸皮还不自知啊，说道：“还需要一些时日。”谢天的嘴角抽了抽，再抽了抽：“就我欠君若兰的钱，别说是一些时日，就是花上白景的大半辈子都还不上。白景这货哪来的自信？就这穷酸模样，也好意思提替我还债的事？说出去都能让人笑掉大牙。老子的事不用你管。还有你，君若兰，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始乱终弃呢？我可是你明媒正定的未婚夫，这婚书哪有说退就退的？我不同意。”谢天一脸坚决道。白景和君若兰这时才舍得给他一个眼神。君若兰说：“不退可以，你要是能拿出钱把这个穷无极买下来，我们的婚书照旧。”谢天问：“这穷无极值多少钱？”白景漫不经心地开口：“无价。”谢天满脸黑线，咬牙道：“合着你们俩联合起来耍我？”君若兰没搭理他，继续对白景说道：“这欠条你打算什么时候赎回去？”白景云淡风轻地说：“不会超过1个月。”君若兰，我们可是签过婚书的，你要知道违背婚书的代价是什么。只要老子一天不同意，你就别想轻松地解除婚书。被忽视的谢天再次怒不可遏。修真界里，这所谓的婚书乃是特别定制高级契约，若双方中有人想悔婚，则要承担一定的惩罚，比如废去一半的修为。就谢天现在的情况而言，若他和白景试婚结束，最后两人公证结婚，而他还没有和君若兰解除婚书，同样要遭受反噬。当然，谢天不可能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不管是君若兰还是白景，他都不会屈服。君若兰眸色淡淡：“既是如此，那你便现在和白景先生解除同居关系，我们可以现在就结婚。”谢天看向白景，白景置身事外地坐在那儿品茶。既然不想一起过，那你便去和修委会那边申请。谢天傻了，那不还得是我被废修为？君若兰再次插刀：“想好了，要走就现在和我走。”谢天看白景那平静的样，心下就着急的要死呀，他肯定是知道了解除同居的条件，知道自己不可能放弃修为，所以才故意给他难题。几番思量之下，谢天闷声道：“那要是1个月拿不出这么多钱呢？”闻言，君若兰的脸色顿时变得毫无商量的无情，说：“那你只能跟我走。”谢天气得脑壳疼，不知想到了什么，他又说道：“这样吧，1个月内我一定帮你找到称心如意的未婚夫。如果我做到了，你就不能限制我还钱的期限。”白景蹙眉，合着他的话在谢天眼里只是个摆设。君若兰淡眸微抬：“若你做不到呢？”我和你结婚，
不过待我结束同居令之后。谢天说的那是一个爽快，完全没察觉到被某个人用怎样一双冰冷的眼眸盯着。就在这时，门口的大门突然传来撕裂的声音。几个人看去，只见那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裂开，重重地砸在地面，掀起一阵浓灰风尘。紧接着是一道说话声。哎呦，怎么回事啊？这门怎么这么不经敲啊？一敲就裂开了。来人被灰尘呛了一阵，好一会儿那灰尘才全部散开，露出了一张被尘土熏得满头都是灰的脸。是独孤笑。你们到底在……我靠，这里都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成废墟了？独孤笑看到客厅的惨状，一副见鬼的表情，后退一步。谢天，你和白锦不会又用那什么合欢散了吧？你们也太激烈了吧？怎么？哎，这不是那天的流浪汉吗？谢天、白锦、君若兰三人齐刷刷的无语了。修真者住的房子向来自带自修自补的功能，只是这一次的损害有点严重，故而耽搁了一段时间。这不，独孤笑刚来就中了彩蛋，房子的自修功能启动，地上的粉末突然像被风卷起来一样，各找各家的粘合在一起，在每个人脸上刮了一阵妖风，风风火火，恍恍惚惚。我来的好像不太是时候哈，那个我下次再来。独孤笑觉得气氛不太对，决定先跑再说。然而他还没走到门口，就被谢天从背后拎了回来。走什么走？你来的正是时候。笑话，你是老子认定的君若兰未婚夫养成对象，现在让你溜走，不是傻吗？上次谢天已经骗到了独孤笑的签字画押，这次只要再骗得君若兰的签字画押，另外取得他们的血滴上去，君若兰和独孤笑婚书就算彻底成了。届时君若兰再想反悔也来不及，除非独孤笑被他嫌弃到不惜放弃一半的修为去悔婚。不过这俩，一个吝啬的要死，一个大方的要命，这要是不成一对儿，天理都难容呢。独孤笑拍掉他的手说，我是来问你那个神秘人的行踪的，这都过多少天了，怎么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不是坑我的吧？谢天朝君若兰颔首道，这不就是？独孤笑指着君若兰，不可置信地问，啊，他就是那个神秘的独孤笑想说诡异，被谢天捂住了他的嘴。谢天在他耳边说道，他不喜欢别人喊他医生，你要是还想他给你施舍药物，就别乱说话。还有，他不喜欢别人泄露他的事情，所以那天我们谈的事情，你一个字都不要说出去。独孤笑立刻点头，君若兰的淡眸像在看神经病，兀自挥袖走人。君若兰，你在人界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吧？谢天问。君若兰淡淡回答，我有住的地方。不会是什么桥洞下、乞丐窝这些鬼地方吧？那是怎么能住人呢？独孤笑满脸的心疼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家里有地方可以让你住，你去住我那儿吧。哎呦，差点就暴露了神医的身份。君若兰面无表情，不必。谢天说，哎，独孤笑，你让人家去你家住，你好歹先自我介绍一下。独孤笑愣了愣，朝君若兰伸手，你好，
我叫独孤笑。谢天直接帮他一把，介绍道：君若兰，这个是我的发小，他最擅长的就是种植珍稀灵植物。你不是想要研究药物吗？这就是个好机会啊。君若兰的神色这才有了一丝变化，他看向独孤笑：你会种植珍稀灵植物？独孤笑说：哦，我确实会种，不过种的不是很好。谢天忙道：这家伙就是这样，谦虚过度。君若兰，你是不知道，这家伙在魔界那可是有好几十亩的地，满地都是植物精灵。我现在很少回魔界了，我都是在人界这边培育的。独孤笑纠正。不过最近他们出了一点小问题，不知哪来的虫子喜欢吃他们的叶子，普通的药不能喷在他们身上，不知道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君若兰淡淡的拒绝：没有办法。独孤笑求助谢天，谢天轻咳：没有办法，总能想出办法嘛。君若兰，你要不还是去那儿住一阵吧，还有1个月呢，你漂泊在外，我总不太放心。收到暗示的独孤笑忙附和道：对啊，您就去我那里住吧，这外面多不好呀，又不安全。住1个月要多少钱？独孤笑忙摇头：不用钱，不用钱。君若兰看他一眼，点头：我住。这答应的如此爽快，倒让独孤笑愣了一下。谢天却一副早就了然的模样，一把搂住独孤笑的肩膀：走，送你们出去。君若兰一声不吭，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出到门外，谢天附到独孤笑耳边说道：想要得到君若兰的帮助，还需要一个条件。独孤笑问：什么条件？成为他的人。独孤笑下意识抱紧自己：我不卖身。谢天翻了个白眼：那是你的身体重要，还是你的珍稀灵植物重要？都重要。只能2选1。不会的，上次他还给了我1粒药丸呢，他是好人，我相信他要是有办法的话，肯定会帮我的。独孤笑说的一脸笃定。谢天再翻了个白眼，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的头摁到自己的嘴边：兄弟，那祝你好运。然后又嫌弃地把独孤笑推开。君若兰朝他丢了一个瓶子过来：这是补偿，这个的效果比上次的好。谢天愣了愣，低头一看，合欢散。操！把那2位瘟神终于送走了，谢天才恍然记起来，他刚刚只是顾着应对君若兰和独孤笑了，倒还忘了还有个白景等着他去应付呢。但一想平时白景对他的态度，或许这货吃软不吃硬，硬碰硬的不行，那就来点软的。谢天进门时已经酝酿好了情绪，脸上的愧疚和歉意都很足。只是他进来有一会儿了，白景一直坐在那里捧着本书在看，似乎丝毫没有被自己有未婚夫这件事儿影响到他。这货他妈心也忒大了吧！我和君若兰都谈婚论嫁了，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鬼样子，莫不是真的不在乎？谢天一个人演不下去，暴毙坐在他对面去了。喂，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白景淡然颔首。说什么？老子有未婚夫。你现在的夫是我。谢天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哼，老子迟早会和君若兰成婚的，你要是识相的话，最好现在就离开，我们还能留你一点颜面，别到时候……话说的正起兴，冷不防被一道力量吸了过去，谢天不受控地朝白景的怀里扑了过去，乖乖地躺在了他的怀里。
原本他以为是系统在作怪，结果竟是白景的偷袭。偷袭就算了，还他妈偷得这么光明正大。白景修长的手指掐住了他的下巴，谢天瞪大眼睛，眼睁睁地看着他那张脸越来越近，直到两人的唇紧紧地贴在一起。这次白景吻得一点都不温柔，像某种惩罚，霸道而又强势，周围的温度骤升，浑身被暧昧的气息重重地淹没，两人的呼吸越发的沉重。没一会儿，谢天的嘴巴就被啃得红肿了。在他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白景才舍得松开他。谢天愣了好半晌，开口咬牙切齿：“白景，你他妈竟然……”话没说完，被白景打断。换气。谢天一愣：“什么？”在他反应过来换气是什么意思时，白景的薄唇已经再次覆了过来。最后，谢天被他亲得一阵心猿意马，不知是因为动不了所以没反抗，还是因为陷了进去，压根儿就忘了反抗这回事儿。他只记得白景放开他的时候，他自己整个脑子都是懵的，甚至在两人的唇舌分开时，他竟然还想反咬回去。白景松开他，胸膛起伏有些明显，似乎是在隐忍着什么。隐约察觉到某一处被硌得生疼的时候，谢天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操，白景，你要是敢，老子肯定揍你！凭什么主动权在你？老子才不作受！等等，老子满脑子都在想什么？白景沉着脸，别动。谢天只敢在心里吐槽：老子哪里动了？你倒是解开老子的定身术啊！白景兀自缓了一会儿，脸色依旧深沉。谢天，不要挑战我的耐心。以后再让我听到你说这种话，我不介意和你成为真正的夫妇。他说的缓慢，却极为认真，认真中还透着一股淡淡的威胁，仿佛在陈述着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宣言，不是同归于尽的威胁。所以之后刚刚的云淡风轻都是装出来的。操！谢天运气解了他的定身术，以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气势，照出不羁剑朝白景刺去。白景凝气避开，谢天不依不饶，似是死了心的要和他分出胜负。白景接他几招，见他出手狠绝，不得不也唤出了望尘，和他尽情的打。白景不知如何从他的衣袖下摸到了一个瓶子，这次又想对我下药。谢天轻哼：胜者不问路数，老子要是能用药打赢你，也是老子的本事。白景的目光在瓶子上一顿，有些意外的愣住，而后淡然地看着谢天：你确定要用？那有什么不确定的？谢天说着猛地一顿，他条件反射地往自己怀里摸了摸，摸出一瓶软骨散。所以现在在白景手里的是合欢散。谢天无语到嘴角抽搐。把它还给我。白景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而后当着他的面把瓶子收进了自己的怀中。谢天心道：操，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忽的，谢天挑眉笑了笑：白景，你不会是不行，所以才想靠这个助兴吧？既然打不过，我还不能说几句话气死他？于是说得越发起劲。行吧，老子也不是什么吝啬之人，毕竟都几百岁的老男人了，确实要多几次这样的活动。你尽管拿去用，不够的话，老子再帮你淘几瓶。白景嘴角微抿，静淡的眼神落在谢天脸上。行不行，得试试才知道。既然你这么想知道这个答案，倒不如你也来一起参加。
谢天怂了，白景往他这边走了一步，谢天吓得赶忙后退。白景，你还要不要脸？白景淡道：不要。谢天心道：操！他是生怕自己真的被白景拖去参加那啥活动，吓得立马跳窗而逃。打不过就跑，没什么丢人的。等老子当上魔王，一定要把在凡间所受的屈辱全部讨回来。利用君若兰逼迫白景自觉退出的计策无果之后，谢天陷入了一阵无措的茫然期。白景的脸皮实在厚得无人能比，他打又打不过，杀又杀不死，刺激更是无效。碰上这货，谢天算是遇到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了。谢天看了眼，把手机丢在一边，躺在床上深思。过了一会儿，突然腾身而起。都说正道之人最看重名声，既然白景这里油盐不进，那就从他父母那里下手。白景一看就是个乖乖男，他的父母若是要求他放弃这段关系，他肯定不会不答应的。谢天，白景突然持着手机走进来，又在打游戏。谢天把耳机摘下来，佯装无事。有事说事。白景淡眸在他手机上掠过，说：我父亲和母亲一会儿会来。谢天故作意外，阴阳怪气道：他们老人家过来不会是要为你出气的吧？哼，我可告诉你，别以为你找了帮手，老子就会从了你。白景没说话，似是无法和谢天沟通，他没再多说什么，直到多多快下课了。谢天不情不愿地坐起来。哦，就因为这个破系统，所有关于谢多多的事儿都得他们两个人亲自来，若是不从，那破系统立马发布警告，有时候直接发令惩罚。谢天倒是不怕他，只是懒得和他计较。因为白家二老的到来，把谢多多接回来的时候，白景提议去超市买点东西回去。谢天找了个借口开溜。哎，白景，你爸妈不是要来吗？我去接他们。白景对他勤快的态度有些意外。你去接他们？谢天反问。有什么问题吗？谢多多仰着头。爸爸，是谁要来呀？谁来陪多多玩的嘛？谢天挑眉，在他脸上拍了拍。是。这句话给了白景天大的误会，还以为谢天接受了他的父亲母亲。这几日冷漠的脸色终于有了一点缓和。我带多多逛逛，买点东西就回去。你去小区等一会儿，他们知道小区的位置。谢天应付性的点了点头，挥手走人了。白景望着他潇洒的背影，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谢多多说道：爹爹，要来的到底是谁呀？白景牵着他的手走进超市。是你爷爷奶奶。那他们会不会很凶啊？以前我隔壁的小六哥哥天天被他的爷爷奶奶追着跑，可凶可凶了。不会，他们肯定很喜欢多多的。真的吗？嗯。那多多也喜欢爷爷奶奶。另一边，白夫人本来还觉得那个人挺熟悉的，看到谢天调戏旁边女孩的笑容就更熟悉了。老爷，你看那个人像不像谢天呢？白老爷一看，严肃的眉头顿时皱成了小山。哼，谢天这混账东西！哎，老爷你去哪儿啊？我去打断他的狗腿！白老爷为了扮普通人类，还专门配了把拐杖，用拐杖掷地一震，威力几米开外都能感觉得到。谢天！一道低沉而又浑厚的声音终于传来。谢天漫不经心地问：你是谁？你认识我？这一听，
白老爷就更加火冒三丈了。混账！你和白锦还在试婚，你却在外面和别人勾三搭四，你这般不知廉耻，丢尽了我们白家的颜面。哦，原来是岳丈大人啊。谢天懒洋洋地抬起头，然后继续吊儿郎当道：岳丈大人，您是不知道，这最不知廉耻的还真得是您儿子。老子都说了不喜欢他，他还这么死皮赖脸地缠着老子，你说这何必呢？白老爷眼里怒意顿起，手里的拐杖掷地一跺，面前的3个人冷不防被那道力量震飞，抱团跌进花簇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远处，白锦提着东西和谢多多走来，远远地留意到这边的情况。谢多多指了指那个狼狈爬起，头上还挂着几片树叶的谢天。那个好像是爸爸。白锦看到不远处站着自己的父亲，拉着谢多多加快脚步走了过去。彼时谢天叉着腰，对前面的老头怒道：你儿子什么样，你心里没点数？那小子木讷又清高，长得像一块木头似的，什么也不会做。若不是他当年陷害老子，老子何苦被逼着与他试婚？子不教父之过，你这个做父亲的不知反省，现在反过来说我不要脸，我呸！你问问你儿子还有脸吗？说我让你们太医门蒙羞，我没说他让我蒙羞就不错了。谢天把自己的话和萧晨准备好的台词串通起来，一鼓作气背完，心里舒畅多了。白掌门呢，整一张严肃的脸，生气的时候脸色沉得像欲发作的狂风暴雨。谢天铁了心的要和白掌门干上一场。这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老子为了魔王之位受这么点苦，算得了什么？哪怕要被揍得面目全非，只要最后能气得这白掌门逼白锦和他解除关系，一切都值。思及至此，谢天的态度更加的跋扈恶劣，骄傲的鼻孔差点就要翘到天上去了。不过既然白景死皮赖脸的跟着我，我也不是小气之人，每天就抽个一时半会儿让他瞧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他不能打扰我的私生活。当然，他要是想找姑娘，我也不会介意。你这混账东西！白掌门是气得胡须抽搐，扬起拐杖就要揍过去，却不想突然跑来一个糯米团子。爸爸，小团子飞扑到谢天的脚边，抱着他的大腿，糯糯地说道：爸爸，我和爹爹回来了。谢天身体猛地一僵，莫名的有点心虚。他缓缓抬头看过去，果然看到白锦站在不远处。他这脸色不能说难看，顶多是比平时冷了几分。看来刚刚的话，他应该没听清楚。爸爸，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呀？谢多多跑到他跟前，回身仰头看着白掌门，手指着他，软绵绵地说：是不是你欺负我爸爸？我告诉你，我爹爹很厉害的，你要是敢欺负我爸爸，我爹爹肯定不会放过你。白掌门本来还在火上眉头，这会儿看到谢多多像个糯米团子似的奶里奶气的和他说话，火气都顿时被抚平了不少。哎呦，这就是我们的小孙子呀！白夫人激动地跑过来，在谢多多脸上又是捏呀又是戳呀，这可比电视上的可爱多了。多多本来就是最可爱的。
谢多多慢吞吞地说道。白夫人笑得眼睛都要眯成一条线了。哎呦，是，哎呦，我们多多最可爱了。说着又在他脸上揉了一下。白景徐步走来，朝白掌门和白夫人行礼。父亲母亲。白掌门轻跺拐杖。你看看你在凡界都做了什么事儿啊？这么多的事儿。10分钟后，这白家二老坐在客厅沙发，进了门，谢天没规矩没样子的就靠在沙发上。白夫人素来端庄贤淑，举手投足最讲礼数。这瞧着谢天这副浪荡的鬼样子，好看的眉紧紧地蹙成一团，仿佛连和他同处一室都是一种侮辱。不过就算他对谢天再不满意，也没有当场发作，该给儿子留的颜面还是要有的。于是在他夫君白老爷的怒火要发作的时候，硬生生地拽了一下他的胳膊。先听听儿子怎么说。白掌门的脸色沉的那就要滴出墨来，握着拐杖头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谢天，白景徐开口，给父亲母亲泡杯茶。谢天眉头一挑，心道：老子什么态度你眼瞎吗？这时候让我去倒茶，笑话。老子，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传到魔界去，你尽管继续。白景的密音冷不防传进耳廓，谢天的身体猛地一僵。这是几个意思啊？难道白景那货知道我要参加魔选？白景淡淡与他对视，周围没有一个人说话，就这么安静了2秒。本以为不会屈服的谢天突然站了起来，不情不愿地走进了厨房，须臾端了2个杯子出来，放在桌面。白夫人和白掌门无不一头雾水，两人眼神交流。这谢天怎么回事啊？啊，这会怎么如此乖呀？先看看再说。白景道：母亲喜欢橙子，你剥一些。谢天照做。父亲喜欢香蕉，谢天继续照做。我喜欢荔枝，剥一个。谢天忍了，他态度的突然转变让在座的几个人神色各异。白掌门脸色缓和了不少，看向自家夫人。看来外面的传言有假啊。白夫人也是密音道：我就说我们景儿如此优秀，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白掌门忽而眉头皱起，白夫人看出他的顾虑，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衣袖。儿子难得对一个人感兴趣，要不我们……白掌门扫了谢天一眼。不可能，我们太医们绝不会要这样一个魔族儿婿。白夫人看了半天，似懂非懂的叹了口气，给谢天留了个台阶下。景儿，原来你们之前是在闹别扭啊。哎呀，这夫妇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呢？好好坐下来把话说明白不就好了，害得我们白担心了。谢天有点无语。操，计划还没发展到高潮，就已经被扼杀在喉咙中。白掌门在白景和谢天的身上打量了片刻，说：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这1个多月都发生了什么，不过就算是闹了别扭，你们也应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把这事闹得人尽皆知，成何体统？白景略略低头。父亲，是我的不是，和谢天没有半点关系。谢天挑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你们呢，最好吵起来，吵得越凶越好。景儿，
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太医门未来的接班人，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仅仅代表着你自己，你的名声也关乎着太医门的声誉和地位，你就算再宠他，也该有个度。白掌门知道自己儿子什么性子，这些小道消息肯定是从谢天的嘴里传出来的。还有你，谢天。谢天抬了一下手，懒懒开口：我在。这吊儿郎当的样子让白掌门严肃的脸中透着几分不悦。我不管你在魔界的时候如何生活，现在你和我儿子领了同居令，就应该好好规矩自己的行为，试婚期间就不要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走得这么近，做出如此让人误会的亲密举动，以免遭人口舌。白景眉头微皱：父亲，让我把话说完。白掌门不悦地蹙眉，既对谢天沉声说道：谢天，你应该知道我们白家的名声显赫，名正清廉，是不可能接受你这种劣迹斑斑的人成为我们家的儿婿，所以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哎，老头，你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谢天依旧是松散的样子，眼神凉凉地挂着讥诮。你们白家这儿婿，老子确实不稀罕。有本事别说几个月，现在就解了他和老子的关系，老子回去还能给你们烧香拜佛，立个碑，日日朝拜。白掌门气的是怒火狂烧。狂妄的小子，看来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你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父亲。白景起身看了谢天一眼，沉声道：你先出去。走就走。谢天早就不想待了，他向来最讨厌正派的自命清高的作风，白掌门刚刚那些话踩了他的底线，反正他也没耐心陪他们耗下去，干脆给他们甩了个潇洒的背影。白掌门是恨铁不成钢地跺了跺拐杖：我看你们的试婚就到此结束吧，至于这个谢天，也绝对不能再留。父亲，白景语气深沉，透着一股压迫。您刚刚的话过了。白夫人察觉儿子的态度不对劲，忙劝和道：哎呀，景儿，你父亲也是为了你好，这谢天他这么混账，确实配不上你。不是他配不上我，是儿子配不上他。白景双手作揖，眉色冷淡。这些事儿儿子自己会处理好，还请父亲、母亲不要干预。混账，你处理，你怎么处理？白掌门盛怒：你知不知道外面都怎么传你们的？他们说你死皮赖脸，不知廉耻，像个狗皮膏子一样粘着你现在的夫婿，而他却还在外面花天酒地，身边男女无数，你听听，这像话吗？谢天是为了逼我离开。白景突然道。白夫人和掌门一时不明，什么？正因为你们都这么想，所以他才会如此做。白景的语气有些冷硬，他自知自己比不上孩儿，所以千方百计地想从孩儿身边离开，就是不想连累我。白夫人问道：那外面那些流言蜚语怎么回事？他……白景回道：难道母亲也信这些道听途说？一句话把白夫人说的是哑口无言。那谢天仿佛在他心里扎了根儿一样，只要他们说谢天的一句不是，白景就会和他们急。白掌门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白景朝他们鞠了一躬，语气坚定：父亲、母亲，不管谢天的过去多么糟糕，他现在是我的夫，我会陪他一起面对。若父亲母亲觉得他的身份会给太医门带来侮辱，那白景
退出掌门继承之位便是。胡闹！这太医门掌门之位是你想退就能退得掉的。白掌门气得连胡子都哆嗦，他看了眼不争气的儿子，他那眼里的坚定堪如磐石，确实是爱惨了那谢天。白夫人拦住要发怒的丈夫，颤着唇问他：静儿，你就这么喜欢他吗？是。白景回得无半分犹豫，他看着窗外正插着耳机打游戏的谢天，眼底的暗淡仿佛在慢慢褪去，逐渐溢出淡淡的光芒来，那里的柔色愈发浓烈。白夫人心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静儿，你……母亲。白景望着谢天，唇角淡抿着，一字一句坚定道：我此生为谢天一人不娶。这一刻，白夫人便知道，她这儿子已经彻底陷进去了。